大家好，我是木冉冉，一个喜欢用声音传递知识的主播。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欢迎大家订阅关注。序言：遮在心上的乌云。城市里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心里或许还住着一个小孩子。他自卑、孤独，有时充满无助。他表面上看起来很坚强，其实这就是在保护自己。贫寒家庭出来的孩子，就算以后生活无忧，也会有一些忧虑，比如不敢随便花钱，有的把钱藏在床底下发了霉。其实啊，这就是心理障碍，心里总觉得不踏实。有些人呢，内向害羞，不敢说话。其实这就是在孩子小的时候，家人不经常带他出去，怕这个怕那个，比如怕吹风感冒，总想着长大了再出去更安全。后来呢，孩子是长大了，可性格也孤僻了，怕见人，不敢与人谈话。这个时候家长就会数落孩子，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出息，看到亲戚朋友要问候啊。结果这孩子越来越内向，在街上看到熟人就下意识地低头装没看到，甚至故意绕着走。很多人把成年之后的内向、自卑、孤独、社交障碍、情绪和性格问题都归咎于自己，殊不知这些问题或多或少跟童年时期的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家庭环境，比如父母的恩爱程度，比如父母的教育方式及对儿童情绪的关注度。有些人可以被影响一阵子，而有些人可能被影响一辈子，一直都摆脱不了童年的阴影。现在80后的父母几乎都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80后从小被严格要求，有时配合一些体罚，甚至在公众场合就打骂教训，没有给过孩子一点尊重。这样的童年，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他们长大后就会变得性格孤僻、敏感多疑，怕别人在背后谈论他，或者缺乏自信，自我否定特别严重。而90后呢，家长的教育理念变得不再那么暴力，开始为孩子规划一切。但这类孩子大多会长成妈宝男或妈宝女，就是指离了妈妈就陷入不能独自生活的状态。面对选择，他们变得越来越恐慌，甚至焦虑，最后形成一种病态。00后的孩子，家长们开始关注他们的童年了。从备孕开始，每个人的手里都捧着一本书，严格按照科学方法去养孩子。一旦孩子今天吃饭少了，或者情绪不高，吓得家长赶紧去查书翻资料，还咨询研究儿童心理学方面的专家。现在呢，家长要注重对儿童心理的研究，特别是要注意儿童心理的成长，自内而外地关注孩子的健康。大家好，我是木冉冉，一个喜欢用声音传递知识的主播。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欢迎大家订阅关注。第1章，心理创伤与童年阴影。第1部分，黑色生命力，顽强的意志。一看到标题中含有黑色2个字，有些人会避之唯恐不及，甚至躲得远远的。一般来说呢，黑色用在绘画、电影或文学作品中是渲染和烘托死亡和恐怖气氛的，代表未知的黑暗和无尽的恐惧。但在这里呢，黑色代表顽强、拼搏和砥砺前行的精神，是一种生命意志。那么什么样的生命力要用黑色来形容呢？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创伤后的成长。但黑暗的世界谁不怕呢？比如有的人连睡觉都不敢关灯。而拥有黑色生命力的孩子会克服所经历的种种磨难，最后健康成长。现在我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样家长朋友们更容易理解。雷恩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复杂的家庭环境里，他爸爸酗酒，经常夜不归宿，动不动就对他拳打脚踢。而他的妈妈更是不管他，整天不顾家，行为举止也很放荡。父母的婚姻岌岌可危，3天一小吵，5天一大吵，每次吵架都是弄得家里甚至邻居也鸡飞狗跳的。在这样的环境下，所有亲戚都在背地里议论，雷恩这孩子长大以后一定会像他爸爸那样暴力酗酒，一辈子就完了。但长大后的雷恩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他谦和有礼，谈吐优雅，从来不沾酒，还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他在工作中做事严谨，备受领导关注，可以说是成功人士了。很多学者认为，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家里有爱，爸爸妈妈互相尊重，孩子长大以后也会充满阳光，尊重女性。再看那些有暴力倾向的男人，他一定有一个爱打老婆的爸爸，经常实施家暴，等他长大后就会如法炮制，甚至在施暴的过程中会出现快感。我们呢，再来分析雷恩。显而易见，按正常人的思维，雷恩成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就算没走上犯罪的道路，也不应该变得那么成功啊。雷恩常年受爸爸的打骂，妈妈又是个老往外跑的女人，没有一丁点当母亲的亲情。他的童年可算是没有一点温暖，他所处的成长环境甚至比孤儿还要悲惨。当雷恩被打后呢，肉体的疼痛促使他本能地去找妈妈，可是在妈妈那里，他没能得到保护和安慰，反而看到了妈妈放荡不羁的一面。起先他也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爸爸总是打我？为什么妈妈不保护我？这几周我在学校都很乖啊，也能很好的完成了作业，为什么还打我？到底怎么做才能不打我呀？渐渐的，这种情绪成了习惯。这种情绪产生的时候，雷恩会难过、失落，在学校里就会出现孤僻、不合群的表现。很多受到童年创伤的人会停留在情绪阶段，在不断的自我否定里挣扎，甚至把爸爸打他、骂他，妈妈不保护他、不在乎他的情况全部归咎在自己的身上。越是自我否定，结果越自闭，这样呢，就形成了心理障碍。但是雷恩呢，不只停留在情绪阶段，他在这些坏情绪中反而安静沉淀了下来。我们在这里说的情绪能力，不只是广义上的宽泛概念，而是呢，更深入了一个层次，对情绪的理解能力和处理能力，也就是说，如何控制自己的坏情绪。在经历了儿童期的心理创伤后，他们能够在负面情绪来临时积极的面对，与之做正面的交锋，充分理解自己发出的不良情绪，并做出准确的分析，从而找到解决的方法。雷恩渐渐地习惯了负面情绪，并且学会了在他来临时不至于手足无措。那么理解了这种悲伤情绪后，雷恩是怎么做的呢？这呀就涉及了榜样的力量。雷恩的叔叔呢，不同于他爸爸，他爷爷也是一个有家庭暴力的人，不仅打老婆，气急败坏的时候连孩子都打。他爸爸和他叔叔就是两个不同的例子。同样生活在有家庭暴力的环境里，他爸爸沿袭了他爷爷的做法，继续家暴，连酗酒都遗传了。而他叔叔呢，就很正常，上大学以后就离开了家，毕业之后在妻子原籍的城市找了一份工作，生活呢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也是温馨舒适。雷恩每次挨打都会幻想自己长大后的情形，憧憬和睦的家庭，然后呢他催着自己要快快长大，
像他叔叔一样离开家，走得远远的。这就是情绪处理能力。可以说，雷恩很有效地控制了自己的坏情绪。心理学家艾若斯曾经对经历过童年创伤的人进行观察研究，发现痛苦的人比快乐的人共情能力更强，更能真切地对他人的情绪感同身受。这可能是因为自己曾经体会过痛苦，对他人的痛苦呢，有一种条件反射般的敏感。雷恩没有像他爸爸那样继承了酗酒和暴力，而自己进入婚姻后更尊重妻子，对孩子更和蔼。这呢，就是因为条件反射般的敏感。他童年受到了暴力的待遇，没有得到应有的关爱。等长大后见到妻子或孩子时，就会想到自己当年的那些痛苦的回忆。他渴望有人来保护，来爱。所以呢，他要将这份缺失以另外一种方式补回来。就像有些人小时候家里穷，吃不饱穿不暖，每天挣扎在温饱线上，想买啥都没有钱，想干啥都没有条件。但等他们结婚生子后，就会对自己的孩子加倍的疼爱，好吃的好玩的全都摆在孩子面前，给他们想要的一切。嘴上呢还说，我小时候没条件，现在条件好了，我要把最好的都给你。其实呢，这样做就是换了一种方式来填补自己童年的物质创伤。我们再来说雷恩的案例，除了情绪认知，他还做了什么呢？那就是重新审视自己周围的环境，对这件事情做分析。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积极的认知重评。认知重评呢，是指针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重新评估和理解，从而认知到这个事件对自己的影响。这样可以更好地降低情绪体验，减少情绪发生时的生理反应和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重新审视自己的情绪，有利于提高情绪管理能力，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而积极的认知重评则强调了积极这两个字。任何人任何事儿，只要与这两个字挂上钩，那就是头顶小太阳，走到哪儿都欢乐。雷恩呢，倒不至于欢乐，但他最起码不会陷入痛苦的漩涡中难以自拔，不会在被打骂后自怨自艾。他积极地寻找逃离原生家庭的方法，而那时呢，他已经有了榜样，就是他的叔叔。这时候他叔叔这个榜样的力量就发挥到了极致。雷恩的目标很明确，他不要像他爸爸那样暴力，而要像他叔叔那样离开家，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温暖。那么现在就差怎么去做了。对于孩子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好好读书，通过考大学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样是榜样的力量，他叔叔就是上大学之后，生活状况才慢慢变好的。于是呢，雷恩开始了疯狂的学习，他爸爸越打他，他就越努力，最后考上了加州的大学，离开了家，逃离了暴力下的原生家庭。以上的案例呢，能让人很直观地感受到家庭环境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有多么的重要。在现实生活中，像雷恩和他叔叔那样的人有不少，经历如此灰暗的童年，能直面暴力，最终走出童年阴影，获得相对完满的未来。他们身上有一股力量和一种意志，有坚定的信念和穿越黑暗的勇气，这就是我说的黑色生命力。它可以穿透生活中的无助和低落，支撑一个人走向未来。生活总有痛苦，总有不如意，怎么面对，怎么熬过是最重要的。正如歌词中所写，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说到这里呢，我们总结一下，拥有黑色生命力的人都具有什么特点，他们是怎么熬过人生的黑暗的。拥有黑色生命力的人一般都经历过痛苦、创伤，或在童年时间受到过残酷的对待和伤害，但是他们并没有屈服，而是从黑暗和逆境中度过并且成长，
最后达到目标，重新获得幸福。他们拥有超强的毅力，心理承受能力强大，而且有很强的换位思考能力。这样的人走过黑暗，度过绝境，能健康的存活下来，就显得格外的重要。首先就是要有控制和管理情绪的能力。当悲观的情绪来临时，不能躲避，也不能忽视，要直面它，了解它，不能停留在为什么是我永远都会这样了，而是应该接受现实，然后去解决。很多人其实都知道自己有情绪的问题，总是习惯性的悲观、无助，甚至自卑。他们把原因归咎于自己，把一切压力呢都扛在身上。其实有些人并不知道，长大后的这些小情绪跟童年时期经历过的事情有关。那么既然知道了这些性格问题跟童年阴影有关，就应该着手去攻克它。其次呢，就是要做积极的认知重评，对本我的生活状态进行梳理。如果不想陷入自怨自艾的情绪里，就要积极地重新审视自己所在的生活环境，梳理自己的生活状态。因为这种负面情绪已经存在了，下面就要开始认知重评的过程。进行认知重评需要往积极的方向发展，虽然身处的环境很恶劣，但心中一定要有一部分是充满阳光的。最后是接纳现有的一切，对未来或者人生重新定位。黑色生命力是有感染力的，它可以形成榜样的力量，促使人在深陷困境或者情绪出现问题时，给自己带来希望，也给周围的人带来修复童年创伤的勇气。接纳现有的一切，对未来充满希望。有黑色生命力的人是向阳而生的，他们治愈了痛苦的创伤，摆脱了童年的阴影，在生活中砥砺前行。这是一种很强的生命力，值得所有人学习。大家好，我是木冉冉，一个喜欢用声音传递知识的主播。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欢迎大家订阅关注。第一章，心理创伤与童年阴影。第二部分，母亲的言行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少年派》中有一幕引人深思。期中考试后开家长会，前3一的母亲裴女士姗姗来迟，并且是由校长亲自带到班级的。校长对裴女士格外重视，并请她谈谈教育经验。我想，不仅是校长，其他家长同样会认为，前3一之所以是所有人眼中的学霸，会成为中考状元，与他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一位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甚至是终生的。裴女士的教育风格讨不讨孩子喜欢不好说，但她的教育成果很直观，前3一就是个例子。从裴女士身上来看，她情绪稳定，生活自律，排除家庭因素，她完全是一位合格的母亲，将前3一教育得很好。但裴女士的教育方法也存在风险。电视剧里的镜头投射到她和前3一身上时，总让人感觉有些压抑和克制，搞不好以后还会出现摩擦。但这些都可以忽略，只一点，她全身心地投入到爱孩子的世界里，给前3一提供一个相对好的学习环境，她就是成功的。有人这样讨论母亲的意义，民族之间的较量就是母亲和母亲之间的较量。还有一种说法，推动摇篮的手也是推动世界的手。对此呢，我深以为然。母亲是一个重要的家庭和社会角色，对孩子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孩子来说呢，特别是幼儿，母亲对他的影响很大且深远。刚出生的宝宝就像是一张白纸，而母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参与的最多。他们言传身教，一点一滴地影响着孩子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母亲的素质决定孩子的品行，言行决定孩子的习惯，性格影响孩子的成长，态度影响孩子的学习。母亲在家庭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孩子的影响也是一生的。有的人认为母亲对婴儿期的宝宝影响最大，在生命被孕育的早期很容易形成心理创伤，更有甚者会形成童年阴影。孩子越小，对抚育者特别是母亲的依赖性越强。一般来说呢，1至2岁的婴儿是塑造安全期的最佳时期。在这个期间，如果能够得到母亲全方位的陪伴和守护，婴儿会有很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快乐基数也高。然而，著名婴幼儿专家约翰·沃森说过，不要溺爱宝宝，不要在睡前亲吻他，正确的做法是弯下腰握握他的手，然后关灯离开。很多教育学者认为，这样更有利于建立孩子的独立性，让孩子更勇敢。但也有人认为，过早的让孩子学会独立，使他们产生孤独感。如果婴儿在孤独中成长，过早的独立入睡和自我安慰会伤害他们的心灵，那么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孤立无援的。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处于人生的灰暗状态，甚至会不同程度地打击自信心。长大以后呢，就算工作顺心，夫妻和睦，家庭美满，也许呢也不会体会到真正的快乐。我有一位长期参加心灵辅导课的朋友，在这里呢，我叫她 T 姑娘。她的成长故事就印证了上一段话。T 姑娘是90后，她的父母摒弃了老一辈的育儿经验，深谙新型育儿方法。为了让女儿在起跑线上的卡点更好，培养她独立的性格和勇敢的品质，父母不再用抱在怀里哄睡觉的方法，改用在独立的婴儿床睡觉的方法，不陪伴，培养她独立睡觉。在 T 姑娘的记忆里，婴儿的法宝哭在她身上从未奏效过。从小自己睡，睡在黑暗无声的屋子里，醒来时身边也没有妈妈。渐渐的 T 姑娘变得敏感脆弱，没有安全感，甚至一闭上眼睛就害怕。她害怕黑暗，恐惧一个人待着，但她不能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独自地安抚自己的心，默默地舔舐伤口。后来呢，她变得越来越沉默，甚至有些孤独。但奇怪的是， T 姑娘的母亲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还在沾沾自喜，觉得效果很好。T 姑娘非常独立，成长得很好，顺利地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找到了安稳的工作，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母亲并不知道，女儿的心里正在承受着痛苦和煎熬。就算结婚之后有了伴侣，也没有感到幸福和快乐，一切都是淡淡的、疏离的。T 姑娘开始看心理医生，参加心灵辅导班，试图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但是童年时期受的伤是永远存在的，虽然伤口已经愈合，但疤痕还在。平时隐藏了起来，可一旦浮现，便是无法触碰的死结。正是因为这种冰冷的育儿理念被质疑，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哈里·哈洛利用恒河猴做了一个实验，这就是著名的哈洛猴子实验。哈洛和他的助手找到很多恒河猴，据说这种恒河猴 94% 的基因与人类相同。他们将刚出生不久的幼猴从母猴身边抱走，让它们分离，然后用铁丝制作2只假的母猴子，一只呢露出铁丝，一只用绒布包裹。他们在2只假母猴的身体里存放一只用来供暖的灯泡，给幼猴提供一个温暖的生活环境。假母猴的胸前还挂着奶瓶，等待给幼猴哺乳。紧接着呢，哈洛将这些幼猴分成2组，铁母猴喂养一组，布母猴喂养一组。5个月后，哈洛发现幼猴喜欢跟布母猴生活，与它的相处时间长，而由铁母猴喂养的幼猴只有在吃奶时才会靠近，
其他的时间都跟不母猴喂养的幼猴在一起。如果笼子里出现了令幼猴惧怕的玩具熊，幼猴会扑向不母猴的怀里，寻求守护和安慰。在这种情况下，幼猴还是会远离铁母猴。接下来呢，哈洛设置了3种情况。第一是将幼猴和不母猴关在一起，第二是将幼猴和铁母猴关在一起，第三呢是让幼猴单独待在笼子里。接着哈洛在笼子里放了很多物品，通过观察发现，这些幼猴只有跟不母猴在一起时才会去拿这些物品，然后很迅速地回到不母猴身边。而在铁母猴和只有幼猴在的笼子里，幼猴就会变得躁动不安、焦虑害怕。哈洛猴子的实验告诉我们，铁母猴和不母猴都可以提供食物，但幼猴没有生活在温暖和爱的环境中，铁母猴没有给幼猴抚摸和安慰，所以当幼猴恐惧时，会第一时间回到不母猴身边，并且呢，会以不母猴为中心去活动和探索。这就是幼猴对母猴的依赖。由此可以看出呢，母亲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从婴儿时期到成年，这种影响一直都在，从未走远。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热播后，很多人在讨论剧中不同的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说过，真正的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孩子是父母的影子，从一个孩子身上可以看出他背后家庭的氛围、父母的品性。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深刻，子女长大成人后，往往会用儿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面对生活。现在呢，有很多人或许会像 T 姑娘这样，明明生活在繁华世界，拥有幸福的生活，但是骨子里呢，却孤独冷漠，对生活热爱不起来。也有人会害怕黑暗，晚上睡觉不敢关灯，恐惧感爆棚，整夜的做噩梦。也有人举止行为很怪，不爱说话，或者粗鄙易怒，最后活成自己都不想成为的人。自怨自艾或是甘于现状都是不可取的，但这些都不是我们的错。我们要做的是积极面对，做心理调节，然后改变，很好地认识自己，跟过去握手言和。生命是一个轮回，生与死向来离得很近。昔日的小姑娘终有一天会成为人母，或许在那个时刻，她会把自己受的伤、吃的苦都默默地吞下，给孩子一个温暖和平安的童年，守着孩子，也守着自己的心。做一个温柔的母亲，守护孩子的心。母亲的影响如此惊人，那么该如何去做一位合格的母亲呢？首先，在孩子刚出生时给予陪伴，在保证自己身心健康的前提下养育孩子，特别是在孩子1至2岁的时候，给予关爱和温暖，塑造孩子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其次呢，言传身教很重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孩子的成长。母亲本身是励志的、勤奋的，有自己的事业，与孩子一起成长。比如呢，你想要提高孩子的阅读量，让孩子爱看书，那么你也要在业余的时间多看书、多学习，跟孩子多探讨，用行动感染和影响孩子。然后呢，是信任和宽容，爱和希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呢，总会遇到各种问题，出现过失或者错误。在出现这样的问题后，母亲既不能情绪失控，也不能听之任之，要学会用宽容的心看待问题，给予孩子信任和爱，慢慢的引导和帮助孩子。母亲呢，要与孩子建立一条信任的纽带，给他希望和爱，让他健康的成长。最后呢，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和情绪，做一位温柔健康的母亲。现代社会的压力很大，特别是女性，在成为母亲后，面对的压力接踵而来。在这个时候呢，首先要保证自己的身心健康，及时调节，
增强抗压的能力。毕竟一位健康的母亲才能培养出一个健康的孩子。控制自己的心情，把自己的坏情绪赶走，做一个内心富足的女人，让孩子拥有温柔和健康的母爱。大家好，我是木冉冉，一个喜欢用声音传递知识的主播。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欢迎大家订阅关注。第一篇，心理创伤与童年阴影，第3部分，孟母三迁的现代启示。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人文环境和生活环境对一个人品格和习惯的塑造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童年的生活和学习环境，父母的性格和引导，以及同龄人的熏陶，孩子在耳濡目染之后很容易形成习惯，然后影响自己的性格，继而可以关联到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及对未来产生的影响。这就是说，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人、接触的事儿、感知到的环境，都会对一个人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一观点呢，早在古代就被证实了。三字经中有记载，昔孟母，择邻处。孟母三迁这个典故就是出于此。这样的观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说明周围的环境对一个孩子成长的影响很大。人在孩童时期心智不成熟，思想不稳定，这个时候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一句话甚至一个动作都会让孩子产生兴趣，进而进行模仿。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这种力量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战国时期，鲁国境内有一位大学问家孟轲，也就是孟子。他3岁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孩童时代的孟子就有了很高的模仿天赋，学习能力很强。起先，他们居住的地方靠近坟地，孟子常见人弃坟祭祀，时间久了，他耳濡目染，竟也学会了筑坟和哭泣。他将这件事呢当作游戏，学得像模像样。孟母深觉这样不妥，对孩子今后的发展无益，因此将家迁至闹市。到了闹市，孟子整日观察商贩屠夫，受此影响，他就学会了做生意、叫卖和杀猪。孟母觉得这个环境也不好，不利于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于是再次搬迁。最后，孟母将家搬到学堂附近，孟子学会了鞠躬拜礼，人也恭顺谦和了许多。孟母认为这个环境才是有利于孩子成长和学习的，于是在此定居下来。环境的好坏会直接影响下一代的发展。孟母为了孟子的学业择邻而处，再三更换居住地，就是为了给孟子提供一个有利于学习和生活的环境。可以说呢，她是一位成功的母亲，责任心很强。同时也能看出儿童时期的教育很重要，在适当的环境才能培养出良好的习惯。优良的环境可以造就人才，孟母三迁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相反，环境粗鄙不堪，生活中经常充满暴力，那么必定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有人把孩子比喻成一张白纸，你给他阳光和快乐，鼓励和爱心，他就会用一张五彩斑斓的画回报你。你给他暴力和怒骂，悲观和消极，那么他也会沉浸在黑暗的深渊，整个世界变得暗无天日。董华的父亲常年在外打工，祖母年迈体弱，对他的关怀和看护不够，可以说他一直处在被放养的状态。这个村呢，有很多留守儿童，他们组成了一个小团队，逃学、打架、偷东西，一切按照小坏蛋的标准要求自己。等董华长到10几岁，父母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时，已经晚了。后来我们了解到，董华起先呢是一个有些内向和自卑的孩子，周围没有人关心他，所处的环境又很恶劣。比如邻居家的小哥哥小肖是个十足的小混混，时常带着董华打架，久而久之把董华给带坏了。
我们追溯到小华的原生家庭，父母吵闹与离离不睦，从来不会心平气和地面对。他的父亲只会用吵架和拳头解决问题，家里常常会因为很小的事儿吵得人仰马翻，一言不合就会选择暴力来处理。小肖从小耳濡目染，受到父亲的影响，他甚至认为自己使用暴力是正确的，挥起拳头的瞬间简直帅爆了。不要笑，这是事实。小肖被他父亲的行为干扰了，他不知道暴力是一种不能解决问题的错误方法。暴力伴随着他成长，长大后他又用暴力征服和影响身边的人，将错误的意识灌输给他人。事实证明呢，拥有暴力阴影的童年注定是不幸的，自我救赎的过程很痛苦，道阻且长。环境因素至关重要，人们在追求物质富足的基础上，越来越注重精神状态的健康，那么人们对环境的关注度也在逐年增加，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对学区房的追捧。现代人对于学区房的追捧可谓达到了巅峰的状态。归根结底呢，这跟孟母择邻而处有相似的深意。有人做过一个调查，说自己身边5个常联系的朋友的平均工资就是你的收入水平。我们呢，不妨观察一下身边的朋友，他们的能力和实力是否与自己势均力敌呢？再往深处挖掘，还会发现我们童年的生活环境、受到的教育水平以及性格和谈吐都是类似的，甚至有重叠。这就说明现代人为孩子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从学区房就可以看出物质财富、精神文化、受教育程度及各个方面的集合，这就相当于进行了一次聚集，印证了那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家长为孩子挑选学区、购买学区房，正是现代孟母3000的写照。随着现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孩子的教育投资占家庭支出的比例在逐年的增长。在胎教、早教、私立幼儿园、学区房等教育投资中，学区房的占比很高。越来越多的家长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给孩子塑造一个相对舒适的学习和生活环境。现代的社会中，生活和工作压力很大，当一个生命被孕育出来时，我们要见证他的奇迹，要给予他最好的物质条件和精神鼓励，呵护他的健康成长。我们越来越确认，幸福的家庭环境会塑造孩子的性格，父母的智慧和眼界会决定孩子的高度，周围的环境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和成长。这一切都是生活赋予我们的智慧。按照科学的方法养育下一代，让文明与文化得到传承，幸福当如是。大家好，我是木冉冉，一个喜欢用声音传递知识的主播。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欢迎大家订阅关注。第1篇，心理创伤与童年阴影，第4部分，童年阴影对婚姻的影响。童年时期的创伤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它会让人挣扎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渐渐地让人迷失生活的方向，徘徊在绝望的边缘。童年受到的伤害和内心的痛苦会潜移默化，一点一滴都渗透在未来的生活中。家庭的幸福美满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反之会让孩子对家庭和婚姻充满恐惧和焦虑，甚至会复制父母失败的婚姻。有人说，城市越大，单身男女的比例就越大。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单身，独自一个人面对生活的压力。这里面不乏等待真爱的人，但也有这样的声音，他们害怕婚姻，甚至对婚姻充满恐惧，对未来没有安全感，拒绝谈论有关婚姻的任何话题。我们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这些对婚姻充满焦虑和担忧的人，原生家庭中大多存在很多问题。珍妮出生在美国南部的一个小乡村，从她开始记事起，
父母就吵架。他的父亲有家暴倾向，一言不合就会拳打脚踢，用暴力解决家庭当中的问题。后来呢，他的父亲在外面有了新欢，离婚前还把珍妮和他母亲打了一顿。他缩在母亲的怀里瑟瑟发抖，充满了恐惧。珍妮小小年纪就对婚姻和父亲这两个字充满了排斥感，这说明充满暴力和眼泪的家庭生活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疤。20年后，珍妮还是对婚姻充满恐惧，只要她一看到有人结婚，她就会手心出汗，心跳加快。越是面对温馨幸福的场景，她的异常就越明显。久而久之，她再也没法去参加任何一位亲友的婚礼。我永远都不会结婚了，珍妮对心理医生说。婚姻对于她不是幸福和浪漫，而是暴力和吵闹，不是忠贞和美好，而是背叛和黑暗。所以说，她父母那段不幸的婚姻对珍妮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创伤，进而影响到她的婚姻观。她对婚姻和另一半不抱有希望，甚至不敢去想。可见呢，珍妮父母不幸的婚姻对她的影响有多深远。幸福的婚姻千差万别，不幸的婚姻具有可复制性。这一切呢，都源于原生家庭的影响。有些影响点滴渗透，但最终往往会导致无力回天。萧晓是个对婚姻充满期望的姑娘，走进婚姻生活后，对老公的关怀无微不至，从吃饭、穿衣到工作，事无巨细，可以说老公的事情她都要管。可谁也没料到，1年后老公起诉离婚，净身出户。原本对婚姻充满希望和信心的她被打入谷底，自此一蹶不振。离婚后，萧晓一直沉浸在失败的婚姻状态中不能自拔，一度自怨自艾，疑神疑鬼。最后呢，她还怀疑自己是否有继续生存的意义，于是她选择了自杀。好在邻居发现及时，将萧晓送进医院抢救了过来。不过从此以后，萧晓神情恍惚，精神低迷，害怕见人。心理医生确诊，萧晓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需要帮忙治疗调节。创伤后应激障碍简称 PTSD， 究其根本，这跟萧晓那段失败的婚姻有关系。再通过深入研究，我们了解到萧晓的童年以及她的原生家庭。心理学家认为，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很深远，那些在童年时期发生过的事情，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渐渐的忘却，但有些深入骨子的事，却像钉子一样深深地扎在心里。只要痕迹还在，伤痛就永远不能消失殆尽。童年的创伤变成阴影，伴随着生活如影随形，永远摆脱不了。萧晓的原生家庭很复杂，她的母亲离婚后改嫁给了现在的父亲，1年后有了他。她母亲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女人，就连她父亲在工作单位吃了几个水果都要追问到底。导火索是她母亲怀疑她父亲出轨，闹得人尽皆知，让她父亲颜面扫地，再也抬不起头来。最后呢，两人离婚，萧晓归她母亲抚养。萧晓自小受母亲的影响，也深知她母亲的做法不对，发誓绝不会跟她母亲一样，2次婚姻都以失败告终。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失败的婚姻具有可复制性。萧晓复制了她母亲的控制欲，那是骨子里带来的影响，控制不住的去管自己的丈夫，越压抑就越变本加厉。结果呢，她跟她母亲一样，她的婚姻也是失败的。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有人想要一段完美的婚姻，生活幸福，充满正能量。事实上呢，被原生家庭影响的人，最后都会重蹈覆辙。这是因为童年创伤后留下的阴影，这个阴影会持续影响到你的未来，甚至影响到下一代。父母的婚姻状态健康快乐，
家庭氛围和谐温暖，孩子呢也会拥有正确的婚姻观，充满自信，精神富足。反之呢，就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给未来带来不可期的遗憾。既然原生家庭的婚姻状态对一个人的影响如此深远，那么父母婚姻不顺的孩子就绝对不会重获幸福了吗？答案呢是否定的。很多案例告诉我们，对婚姻有阴影的人，只要敢于正视过去，与原生家庭和解，摒弃不幸的婚姻状态，未来呢一定是和顺美满的。下面几点你要学习到。首先，要学会面对自己的内心，正视童年时期的创伤，不要造成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学会与自己的过去和解，从成年人的角度去看待原生家庭的婚姻状态，可以配合心理医生做催眠治疗，拥抱童年时期的自己。其次呢，榜样的力量不容忽视。在逆境中砥砺前行的孩子身上，会透出一种历久弥新的勇气和力量。虽然内心深处柔软脆弱，但只要坚守自己的信仰，找到身边拥有幸福婚姻的榜样，按照既定的目标和方向走进婚姻，那么一定会赶走童年时期的阴影，重获新生。再次是增强学习能力，培养良好的习惯，注意情绪的管理。走入婚姻生活的人，或多或少的呢，都会将原生家庭的习惯融入新生家庭。行为心理学上有一种说法，习惯是人的第二天性。原生家庭对婚姻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呢，一旦意识到原生家庭对自己的婚姻有了影响是不对的，那么就要有意识地去学习如何正确处理婚姻关系，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用新的方式去处理遇到的问题。婚姻中呢，两性结合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培养新的习惯最好的开始。最后呢，要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和婚姻观，对未来充满希望。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理成熟度和应对挑战的能力会不断的上升，对婚姻也会有越来越成熟的见解。未来充满无限的可能，要相信我们面对的一切都是充满阳光的，幸福就在我们身边。大家好，我是木冉冉，一个喜欢用声音传递知识的主播。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欢迎大家订阅关注。第二篇，抑郁的小神经怎么也躲不掉。第一部分，抑郁的那几年。我已经很久没有笑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对工作和生活都没了兴趣，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就连最喜欢的篮球都丧失了动力，甚至觉得呼吸都是多余的。渐渐的，我丧失了所有的兴趣，没有任何喜怒哀乐，不再相信自己还会快乐起来。我站在阳台上，看着马路上飞驰的汽车，心想着只有跳下去才能解脱。没有人理解我，更没有人爱我，我是一个多余的人。身边的人都在看我，他们都看不起我，觉得我没用。我甚至觉得他们都在背后议论我，他们觉得只是一个简单不过的玩笑，在我这里却是天大的事情。我好想把自己装在壳子里一动不动，只有躲起来才能没有人再来伤害我。起先呢，我也不是睡不着，只是入睡困难，脑袋里装满了琐事。明天早会一定要强调公司下发的规定，10点之前销售报表要给经理发过去。10点半还有营销会，讨论店庆的事儿。最近婆婆总是忘记关煤气，今天做完饭关了吧。后来呢，我整夜的焦虑失眠，再也睡不着，有时候会睁眼到天亮。夜实在是太漫长了，真想从30楼跳下去，一切就会解脱了吧。抑郁症患者起先不知道自己患了心理疾病，
很多人又把抑郁症称为精神病，对这个病症的认知度普遍不高。现代社会压力很大，对每个人情绪的把控能力也在不断地提出考验。只是有时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就会引起轩然大波，宛如烈火般四处蔓延，挑动那脆弱的神经。然而我们了解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与抑郁抗争的那段日子可以说是真正的光辉岁月。抗争这个词充满了斗志，昂扬向上，虽然难熬，但终会过去。这段时间应该是被关在黑屋子里的几年，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黑屋子就像是一个保护壳，稍有些风吹草动便缩进去，再也不出来。抑郁症的小邪风一旦吹入，就很难拔除。悲观和负面情绪源源不断地涌入，攻城略地，不费吹灰之力。杰瑞是个表现不错的男孩子，学习成绩斐然，又是学生会成员。平时虽然话不多，但乐于助人，同学们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可就是这样一个好学生，在大四毕业的时候，突然像变了一个人，在招聘会现场变得情绪失控，嚎啕大哭起来。细问之下才知道，杰瑞被谈了4年的女朋友甩了，投简历也是四处碰壁，整个人就有些精神恍惚。不过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面试主管一句再简单不过的话：来应聘也不穿一件像样的衣服。杰瑞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了屈辱，面试主管对他品头论足，看不起他，还用鄙夷的眼神打量他。他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当场情绪激动，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周围原本也有应聘人员在低声交谈，此时一下子变得安静了。他们都在看着杰瑞，眼光将他密不透风地围了起来。他受不了了，再也受不了了，蹲在地上大哭起来。事后杰瑞彻底的消沉了，他整日地待在房间里，坐在床上一动也不动，不吃饭也不睡觉，睁眼到天亮。最后呢，他拿起刮胡刀片划向了自己的手腕。还好同杰瑞合租的室友听见声响后将他送到医院，因为抢救及时，他被救了回来。医生诊断他得了抑郁症，需要到精神诊室接受治疗。杰瑞一直不说话，意志消沉，头顶上仿佛有一团黑压压的乌云笼罩着他的全身，让他看不到一丝的光亮。他就像被关在笼子里，自己出不来，别人也进不去。快乐的情绪和健康的思维都锁在黑暗里，只有消极的思想和负面的情绪源源不断地闯进来。他的心像是无底洞一般咀嚼和吸收着这些，然后变得越来越消极，越来越抑郁。后来医生了解到一件事，在杰瑞5岁的时候，父母离异，又各自组建了家庭，他是爷爷抚养大的。可在他10岁那年，爷爷去世了。葬礼上，小杰瑞跪在爷爷身边，静静地看着他，从始至终一滴眼泪都没有流。周围渐渐有了骂小杰瑞的声音，说他是白眼狼，爷爷养了他这么久，竟然不哭，真是没良心。诸如此类的话一直跟随着小杰瑞，亲戚只要一看他就要声讨一番。那段时间，小杰瑞一直有些低沉和消极，开始变得不爱说话。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一个，是多余的。这种想法在他的思维中根深蒂固。那时候杰瑞年纪小，不会调整自己的思维和情绪，身边又没有人关心宽慰。好在爷爷临终前给他留下一块怀表，每当他觉得消极低沉时，就会拿出来看看，心想着爷爷还在，他也不是孤单一人。杰瑞终于长大了，但被女朋友抛弃后，接二连三在工作上面碰壁，他就被心底的最后一根稻草压倒了。抑郁症一旦上了身，就很难自己挣脱出来。他们被关在黑屋子里，眼睛和心都看不到光明，自顾自地
沉浸在狭小的世界里，天是黑的，地是黑的，就连周围的墙都是黑的，安全感已经不复存在，然后情绪下沉，低落，陷到尘埃中。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一帆风顺的人生很少，总会有些磨难和折磨，遇到或多或少的打击和创伤，留下或轻或重的阴影。如果一个人经常被打击，创伤接二连三的出现，自己本身不会控制和管理情绪，走出消极和低落，又没有人积极的引导和帮助，那么就会留下阴影。就像小杰瑞，父母离异，各自组建家庭，抚养他的爷爷去世，被亲戚骂成白眼狼，给他的童年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和创伤，这也为他以后进入社会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长大后的杰瑞被女朋友抛弃，找工作屡屡碰壁，再加上身边人的闲言碎语，积压多年的负面情绪一下子爆炸，不可收拾。很多人呢，将那些解释不通的心理疾病统称为精神病。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抑郁症也被提上了学术研究的课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正视这类病症，再也没有人讳疾忌医。也许与抑郁的小情绪抗争时会很难，但突破了那个关口，从笼子里挣脱束缚，推开小黑屋的大门，你会发现，原来太阳早就升起，春的脚步已经近了。所谓光辉岁月，就是那段与病魔抗争的日子，那种勇敢深入骨髓，毅力遍布周身，快乐的情绪到来的那一刻，你会觉得未来可期，生活美好，现世安稳。愿有岁月可回首，见证生命的奇迹，印证那段光辉岁月。大家好，我是木冉冉，一个喜欢用声音传递知识的主播。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欢迎大家订阅关注。第二篇，抑郁的小神经怎么也躲不掉。第二部分，病因与童年有关。很多人认为抑郁症是一种神秘的病症，因为不了解，中间隔着千层纱，难免会对患者产生异样的眼光。西方国家对于抑郁症的研究较早，识别度较高，他们将抑郁症称为人类心灵上的感冒。感冒这个词呢，大家都不陌生，每个人都会经历这种病症。人吃五谷杂粮，难免会生病，感冒便是最常见的一种病，很多人都司空见惯。而抑郁症则是心灵上的感冒，只要将它看作一种普通的病，认真对待，积极治疗，那么战胜它也是指日可待。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今社会的压力无处不在。有学者研究表明，抑郁症将成为仅次于冠心病的病症，发病率在逐年增加。诱发抑郁症的病因有很多，但究其本源，最重要的一点病因跟童年阴影有关，这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心理学家指出，拥有童年阴影的人长大后，他们处理压力和重大创伤的能力较低。这些人在面临生活巨变和重大事故后，更不容易从低谷走出来，情绪持续低落，甚至失控。在充满活力和关爱的家庭中长大，没有经历童年创伤，不曾留下童年阴影的人，他们的抗压性强，更加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坎坷。他们拥有积极的心态，会正面应对各种困难。因此呢，拥有童年阴影的人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更高。刘杰最近的睡眠质量更加糟糕了，整夜难眠，精神低迷，做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致，甚至觉得吃饭都很麻烦，每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在网上求助心理医生，将藏在心底的秘密说了出来。在刘杰的眼里，他爸爸就是以暴力形象出现的。在童年时期，刘杰对爸爸的记忆就是任意打骂他妈妈。
每次家里发生暴力事件，他都躲在黑暗的大衣柜里蜷缩成一团哭。在他9岁的时候，他妈妈心脏病突发去世了。不到半年，他爸爸再婚，他有了个后妈。后妈的脾气很古怪，对他时好时坏，又很吝啬。他爸爸一生当中没做过什么正经事儿，吃喝嫖赌打架斗殴，根本不顾家。爸爸不在家，后妈有时就会拿他出气，把他关在昏暗潮湿的厕所里，不给饭吃。刘杰在17岁时自杀过一次，但那时他有些恐惧，伤口割得不深，流了点血。他怕爸爸和后妈打骂，就自己去诊所包扎了一下。长大后，刘杰离开了家，离开了原生的家庭，想要新的开始，但工作上受到同事排挤，最近又被男友抛弃，他隐藏在骨子里的自卑感翻涌而出，一发不可收拾。他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不对，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从刘杰的经历和现状来看，他现在极度自卑，缺乏自信心，内心无助和绝望，对生活充满抵触，甚至有自杀的倾向。这说明刘杰患上了抑郁症，但不是重度抑郁症。他现在还能意识到自己的状态不正常，也能主动地联系心理医生。在这种情形下，刘杰必须借助科学的方法去改善自己的状态，配合心理医生去治疗抑郁症。从刘杰的自述来看，他患抑郁症的病因与童年时期遭遇的事情有关。那些童年回忆就像影子一样伴随着他长大，阴影腐败变质，深深地刻在心底，稍有不慎就倾泻而出，造成心灵的感冒。心理学家认为，童年的经历对一个人一生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一个人的童年不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爱和幸福且安全感十足的环境下，那么这个人成年后一旦遇到重大挫折就会崩溃。刘杰的整个童年都是生活在充满暴力和缺爱的环境下，生活环境留给他的童年记忆是黑暗和绝望，极度敏感和脆弱，情感和爱的缺失造成他极度缺乏安全感，心灵的孤独和空虚让他敏感自卑。所以呢，长大后面对工作的失利，恋爱的失败，他很容易被打击得遍体鳞伤。这些都是童年阴影带给他的痛苦。这些童年阴影呢，就像恶性肿瘤偷偷地潜伏在身体里，在阴暗的角落里长年累月地吞噬着一个人的精力和能量。等到时机成熟，就会将病毒蔓延开来，将身心健康消失殆尽，只剩下阴暗、低落、绝望和痛苦。抑郁的情绪如果一直存在，症状就会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心力交瘁。刘杰呢，对工作缺乏兴趣，处理不好人际关系，恋爱关系也没有理顺，时常悲观、痛苦和绝望。那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了刘杰感冒的缘由，那么对症下药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他对自己的状况也有一定的了解，很配合心理医生的治疗。所谓心病还需心药医，这句古话很有道理。孩童的心灵是朵娇弱的花朵，小小的心灵承受不了那么多的痛苦和黑暗。彼时年纪尚小，大脑发育不健全，一旦受到刺激就会泛化。心理学上的泛化是指当某种行为或心理的某种刺激结合在一起，有了关联后，当出现其他相似的刺激源时，就会形成条件反射，出现类似的反应，这就形成泛化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人被蛇咬过后，那么他以后看到草绳都会害怕。那句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一个人在小时候犯了错误就会被关在黑屋子里，那么他长大后就会怕黑，或者怕坐电梯。严重的呢，还会形成幽闭空间恐惧症。由此看来，保护儿童幼小的心灵非常的重要。治愈抑郁症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有意识地去直面现实生活中的坎坷和磨难，将童年阴影这颗毒瘤挑破，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勇敢地面对生活，自信地生活。大家好，我是木冉冉，一个喜欢用声音传递知识的主播。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欢迎大家订阅关注。第二篇，抑郁的小神经怎么也躲不掉。第三部分，逃出小黑屋，走向人生巅峰。同事孙姐在3个月前接到人事部调令，被任命为女装部门经理，负责女装部门的一切事务。当时女装营销部的压力很大，要协调处理与供应商的谈判，要想着提高销售业绩，管理一个部门众多职员的工作，方方面面都需要营销领导去沟通和解决。孙姐是个责任心很强的职场女性，升职为经理后对待工作更加认真。可是没过1个月，她便向公司提出休假，原因是治病。据孙姐后来讲述，那段时间她很不好，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心理出了问题，情绪波动大，时常焦虑、不安、低沉。刚开始呢，公司事务繁忙，因为职业习惯，她将所有未做完的工作都压在心底，总是易怒烦躁。渐渐的，晚上开始入睡困难，失眠多梦，或者整宿都睡不着。后来她的记忆力开始衰退，总是恶心，精神恍惚，连出门都不愿意出，不想见人，不想说话，甚至连呼吸都觉得累，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负面情绪仿佛是一个无比巨大的黑洞，吸光了孙姐身体里所有的正能量和快乐，压在心底的绝望和悲观情绪通通翻涌而来，包裹着她的全身。这种感觉就像是溺水，绝望和无助淹没她的自由，痛苦和无奈限制她的呼吸，快乐是别人的，她什么都没有。抑郁这种难以搞定的情绪一旦出现，就应该及时治疗，防止演变成抑郁症，要让它止于轻度，不蔓延成重度。那么要怎么做才能赶走抑郁的小神经呢？第一，发现并正视抑郁症，配合医生全面治疗。美国一家心理卫生研究所发现，成年人的抑郁症发病率很高，在100个人中就有7个人受到抑郁症的困扰，这就说明发病率在7%。很多人在出现抑郁症状的初期没有正确对待，甚至刻意的忽略。周围的人对抑郁症患者的异常表示不理解，就把抑郁当作是棘手的问题，敬而远之，不给予关心和开解，会导致患者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出现抑郁症状不要自怨自艾，要根据抑郁的轻重对症下药，及时与心理医生沟通交流，将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配合起来共同进行。患者本身呢，也需要主动配合，认真对待生活，遵循医嘱。第二呢，是找到诱发抑郁症的原因，对症下药，减轻复发的几率。有人对抑郁症患者进行过追踪调查，结果显示 75% 到 80% 的患者会病情反复。抑郁症复发几率如此之大，因此对患者的预防治疗也势在必行。要做到事前防范和事后跟踪，定期复查，调节心情。案例中的孙姐在治疗抑郁症时，心理医生充分了解了她的家庭和童年生活。孙姐在童年时期受到严苛的对待，家长对她的学习和生活把控严格，她没有自主权和选择权，小年纪心理压力就很大，心弦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这就导致她经常压抑自己的本性和感情。长大后面对更多的压力，她的身体和心理终于承受不住，严重的爆发了出来。心理医生通过引导孙姐对童年的回忆，观察她的成长经历，发现她患抑郁症的根本原因，又了解到
他现阶段的工作压力，最终结合药物治疗，慢慢地疏导他的心情，引导他从抑郁的小黑屋走出来。第三是催眠法结合家庭治疗，倾听患者心底的声音，用疏导和陪伴增强其免疫力，用爱去温暖其冰冷的心。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患病期间是很痛苦的，要承受身体上的不适和精神上的负担。而对于患者家属来说，陪伴患者的治疗过程也是一种挑战。患者就好像是孤独星球上的一粒尘埃，周围都是虚空的，只有他自己蜷缩在阴暗的角落。此时呢，家属耐心的陪伴和鼓励，才可以让患者找到坚持抵抗病魔的信心。催眠法可以让患者放开心扉，释放内心深处的痛苦。这就要求家属协助医生找到抑郁的症结所在。家属需要用爱和关怀温暖患者的心灵，耐心地去倾听患者心底的声音，让患者被温柔以待。其实呢，很多抑郁症患者在患病期间是很敏感的，心灵比常人难以想象的脆弱，对外界的声音和行为的理解会放大，常常向负面的方向发展。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家属更多的理解，倾听患者内心的声音和想法，知道患者内心深处的疼痛和压力，让患者感受到大家的关心和理解。第四呢，是培养患者的兴趣，让患者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感受到自己是被需要的。抑郁症患者最忌讳的就是停止不动，对万事万物甚至是呼吸都提不起兴致。这时呢，家属要鼓励患者多出去走走，将从前感兴趣的事情提上日程，培养兴趣和爱好，比如插花、画画、饮茶，还要让患者体会到自己是被需要的一方，在生活中不可或缺。有些患者将自己的身心禁锢在孤独的空间，主观上不想走出去，就想要一个人独处。患者本身不想走出去，外面的人也进不来。这个时候呢，家属要帮助患者循序渐进地接触社会活动，陪伴他外出做一些集体活动，如跟一些朋友简单的聚会聊天，再渐渐地参加多人活动，让患者逐渐快乐起来。最后呢，用快乐和阳光去挤走悲观情绪，增强抗压能力，保护自己的内心，与过去告别，与自己和解。抑郁症患者的自信心在不断的缺失，自信在他们的患病过程中渐行渐远。那要改善这种状况，就需要家属帮助患者重拾信心，订立小目标，逐渐的让患者对生活充满信心，觉得未来是美好的，激励患者重新对自己充满期待，激起对现实的热爱和向往。世界那么大，别总待在小黑屋里，走出去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大家好，我是木冉冉，一个喜欢用声音传递知识的主播。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欢迎大家订阅关注。第二篇，抑郁的小神经怎么也躲不掉。第四部分，花开了，我却什么都看不见。看了电视剧《小欢喜》后，乔英子患上了抑郁症，曾经上了微博热搜。这条热搜在微博热搜榜上排名第6。网友对于乔英子患上抑郁症要跳海这段戏纷纷表示心疼。原本活泼开朗、积极乐观的乔英子，随着剧情的推动，她变得情绪低落，严重失眠，甚至有了自杀的念头。乔英子情绪失控，几乎是歇斯底里地朝着父母大喊：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我已经34天没睡觉了，我就是想逃走。我以为到了深圳看到了星星就会高兴，可我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对不起，是我没有做好你们的女儿，是我没有变成你们心里想要的样子。
乔英子这是在呐喊心中积压已久的情绪，也是在倾诉内心的崩溃。网友直呼乔英子太可怜，她母亲对她的管控太严。小欢喜的核心内容将焦点聚集在青少年的心理疾病，内容发人深省，这对家长也有警醒的作用，提醒家长要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剧中宋茜在乔英子被确诊为中度抑郁时，她很担心，并且追问医生这孩子是怎么得的这种病。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家长的行为和情绪足以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她与丈夫关系不好而离异，对乔英子的管教很严苛，太过紧张，自己的情绪也绷在临界点，会随时爆发。有一名网友也看过小欢喜，在微博上说，他对乔英子的处境很关心，也很心疼。他知道那种感受是怎样的，因为他曾经也差点得了抑郁症。这名网友在高考倒计时200多天时，心率不稳，失眠且情绪低落，情绪不稳定就很容易大哭。他去看了心理医生，被确诊为焦虑症，需要调节心情，不能有太大的压力。他的压力感不是来自家人，而是来自自己。他想要高考取得好成绩，就自己给自己施压。等到了高考前1个月时，他的模拟成绩一次比一次低，名次从年级30名掉到100名开外。他崩溃了，开始整夜睡不着，大把的掉头发，一个人独处时总是大哭。那时他感觉自己完了，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幸好他有个理解他的好妈妈，妈妈给他支持和鼓励，耐心地开导他。在高3如此重要和紧张的关头，还能带他出去散心。妈妈说过这样一句话，让他终生难忘。比起让你名列前茅呢，我更想要一个和以前一样活泼开朗的女儿。通过对这2个案例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妈妈在整个事件中的作用非常重要。英子妈不尊重孩子的意见，忽略孩子的想法，简直就是独裁者。她管控着英子的一切，事无大小全部听她定夺，让英子倍感压力，最后深陷抑郁症的泥潭，痛苦地挣扎着。而这名网友妈以孩子为中心，尊重孩子的选择，给孩子支持和鼓励，让孩子知道妈妈就是坚实的后盾。妈妈清楚地知道，女儿的健康成长、快乐幸福才是最重要的。不得不说，这2位妈妈都是爱孩子的，都是为了孩子的未来着想。但英子妈的做法未免太过严苛，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走入了教育黑洞。首先呢，英子妈忽略了孩子的情绪，没有及时发现孩子的情绪出了问题，只是一刀切式地否定孩子的选择，长时间给孩子施加压力，将自己紧绷的心态传递给了孩子。其次呢，英子妈拒绝双向沟通，不能通过良好的交流去了解孩子的内心，总是独自承受压力，给孩子带来紧张感和焦虑感。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英子妈不尊重孩子的选择，过分干涉孩子的自由，完全没有意识到孩子已经长大了，需要独立的空间，可以做出人生重要的选择。家庭环境和母亲的性格影响了乔英子的健康成长，她在这样的环境下还保持了活泼开朗的性格，着实难得。这表明她的抗压性很强，但是最后她还是被抑郁症缠上，这与她的成长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或许她一直在用快乐挤走压力，用活泼赶走低落。不过好在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经过跳海事件，英子妈应该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教育方式，积极引导英子走出抑郁症的小黑屋。研究表明，目前青少年患抑郁症已经引起家长和医生的广泛重视。心理学研究者认为，要重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一位研究精神领域的教授也说过，要有效控制青少年患上抑郁症，否则后果堪忧。它会影响一个人的未来，甚至一个家庭的幸福。
青少年患抑郁症大多源于学业的压力，中考、高考最为严重。除此之外呢，家庭因素也影响着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比如父母的离异或死亡。青少年在青春期遭到重创，目睹暴力或血腥事件，身体出现问题或人际关系不好，被孤立等情况都会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不利于塑造健康、乐观、自信的性格。同学 G 在高3时曾被抑郁症困扰。G 的父母常年外出打工，他从小是被奶奶抚养大的。奶奶的身体一直很好，谁料一场大病夺走了他的生命，他沉浸在悲痛里不能自已。再加上高3学习压力大，他的身体吃不消。起先是在上自习课时晕倒，接着就开始食欲不振，身体快速消瘦，然后是失眠多梦，甚至开始出现幻觉。后来他开始不出门，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经过班主任的开导，他愿意接受治疗，去见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诊断他为轻度抑郁症。好在那时他父母回来了，重新给了他家庭的温暖。班主任和同学们也尽心引导，跟他多交流，给他补课。最后他顺利地参加了高考。我想表达的是，抑郁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心若处在痛苦中，躲在黑暗里，不想走出去，也不想让别人走进来，那才是真正黑暗的开始。只有勇敢地面对，迈出第一步，那么战胜它，赶走它，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最后呢，借用普希金的一句诗来收尾：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终会到来。一切呢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生活再也不是花开了，可是我什么都看不到，而是春天来了，新的一年来到了。大家好，我是木冉冉，一个喜欢用声音传递知识的主播。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欢迎大家订阅关注。第3篇，害怕出门，宅到极致的社交。第1部分，社交恐惧症。朋友 D 很注重孩子性格和情绪方面的异常表现，在教育和引导的过程中常常反思，最后总结经验和心得，同时分享给身边的人。他认为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需要家长的悉心呵护，不要给孩子带来太多的压力，教会孩子如何做人格外重要，不要盲目地追求完美，与其他孩子做比较。从 D 的教育理念来看，他很重视孩子童年时期的心理健康塑造，因为他知道忽视儿童的心理健康会对他的一生产生很大的影响。D 之所以能够理解儿童的心理，他对孩子的负面情绪感同身受，那是因为他曾经患过社交恐惧症。小的时候 D 很内敛，说话不多。他的伙伴东东正好与他相反，是个活泼可爱、善于表达的孩子。2个人几乎形影不离，放学一起回家会经过一条街，街上有很多邻居。东东经过时会率先打招呼，东东打过招呼后 D 就不想再说话了。渐渐的，邻居纷纷表示对 D 的不满。这孩子太没礼貌了，见了人也不知道打招呼。你看人家东东多有礼貌，不像 D 那么蔫， D 太内向了，这样不好啊。D 在听到这样的声音后很不开心，回到家里更不爱说话。每次走到那条路时，他会饱受煎熬，认为那些邻居总是在对他指指点点。不久后，他走上那条路就开始心慌，心跳加快，脸红，手心冒汗，整个人都局促不安，甚至有些呼吸不畅。为了不碰到邻居和熟人，避免这种难受的感觉， D 宁愿走那些很少有人走的小路，多绕1里路回家也无所谓。但是这也没能逃过邻居的法眼。
邻居阿姨去她家做客时就会问，为什么好几天都没看到她从门前经过。这令弟感觉非常压抑，以后有邻居来家里做客时，他就刻意地躲在屋子里避开。久而久之，弟认为躲在卧室里的感觉真好，自由无拘无束，也不用跟邻居或熟人打招呼。起先呢，家长对弟的行为听之任之，并无他想，对孩子不爱出门的异常情况没有过分的关注，也没有察觉到他的情绪低落和波动。以至1年后，当弟被心理医生确诊为社交恐惧症时，家长对此还一头雾水，不清楚也不了解为何自己的孩子会得这种病。在患有社交恐惧症的1年里，弟不敢出门，踏出卧室的门就会心慌，甚至晕厥过去。经过心理医生长达1年的治疗，他才稍稍摆脱了对于出门的恐惧。正因为有过童年阴影，弟在养育自己的孩子时就更加注重孩子情绪的波动，保证孩子的童年回忆是充满爱的。儿童的心理需要疏导，情绪需要引导，家长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去学习。在学习和生活中，家长要学会如何与孩子相处，如何正确引导孩子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在孩子想说时放下手中的一切，认真倾听和交流。在孩子情绪低落不想开口时，要引导孩子说出不开心的事，并给出解决方法，缓解孩子的压力。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就是沟通和交流。父母之爱子，则为其计深远。童年时期的心理健康与否，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是否幸福。因此呢，与孩子交流，让孩子对家长敞开心扉，更是重中之重。家长要引导孩子将郁结在心底的不愉快讲出来，将孩子心底的结解开，不让孩子的思维困在情绪的黑洞里。弟的孩子也曾被亲戚拿去比较，过年时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就让孩子们表演节目。所有的孩子都表演了，只有弟的孩子不表演，躲在弟的身后。弟当场对亲戚表明，孩子呢已经有了自己的思维和想法，此时他不想表演，我们就要尊重他的选择，我支持他。在孩子窘迫和不安时，家长要给他支持和肯定，赋予他信心和尊重，这样呢才可以塑造孩子的自信心，让他更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负面情绪。以后面对类似的事情，也会锻炼他的思考和决策能力。社交恐惧症需要从根源上杜绝，将一个孩子培养成才，让他健康快乐的成长，是需要时间和付出的。家庭因素起着关键的作用，对儿童的心理发育也至关重要。家长需要将重心放在孩子的心理教育上，锻炼出相对来说抗压性较强的心理状态。任何一种病症都有潜伏期，病毒蔓延扩散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由点到面，慢慢的铺满整个身体。社交恐惧症呢也不例外，从交流障碍到社交恐惧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代社会中，或许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跟陌生人说话会脸红，心跳加快，有时会语无伦次。上台讲话前会紧张的手脚发抖，声音打颤。接到陌生电话会恐慌，总觉得会有坏事发生。为了不跟同事一起坐车，宁愿多绕一段路，花费更多的时间。这些呢，都是交流障碍的前奏。有一位家庭主妇常年在家带孩子，很少出门。孩子3岁前几乎没出过小区，网上购物大部分选择货到付款，用现金支付。等孩子要上幼儿园了，他外出买衣服，发现大家已经开始用微信、支付宝消费了，基本不用现金。当他掏出现金支付时，感觉自己与外界断了联系，像一个外星人。回到家后，他的情绪波动很大，因为当时他与商场导购沟通时都有些吃力，甚至还出现了口吃的现象。他认为周围的人都在笑话他，甚至萌生出再也不出门的感觉。幸好她的丈夫注意到了这一点，
耐心地给他讲述了这2年大家消费习惯的变化，也诚恳地跟他道歉，说这2年疏忽了对他的关心，没有及时跟他分享外界的变化。社交恐惧症患者大多很敏感，比较注重外界的声音，对外界环境产生误解，最后导致身体状况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敢走出去。如果患者出现不适症状，家属就要正确引导，以免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其实呢，社交恐惧症最关键的就是患者本身，本我要有意识地去改变现状，打破僵局，走出舒适区。虽然过程艰难，一旦迈出第一步，那么一切就会水到渠成。大家好，我是木冉冉，一个喜欢用声音传递知识的主播。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欢迎大家订阅关注。第3篇，害怕出门宅到极致的社交。第2部分，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大城市。城市中霓虹闪烁，一栋栋高楼大厦中住着许多单身男女，他们的生活圈就是工作，从来都是一个人的生活。或许在光鲜亮丽的背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孤独和无助会趁着黑暗翻涌而来。慢慢的，他们适应了自己的舒适区，一旦踏出边界，就会有紧张不安的感觉。与陌生人接触会有焦虑的情绪，甚至会形成社交障碍。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人。这一小部分人大概性格内向，敏感多疑，时常胡思乱想。一旦工作或生活中出现重创，就会有心理负担和压力。疏导不好，就会将自己缩在套子里，时间长了，再走出去就很难了。心理学研究表明，社交恐惧症与患者的性格本身有很大的关系，而想要克服社交恐惧，最关键的就是逐渐改善自己的性格。患者本身要有主观意识去主动治疗，靠自己去修复，去恢复自信，去面对现实。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主人公松子曾经患过社交恐惧症，他遭遇了一次次的挫折和失败，被一次次的抛弃后，对生活充满了失望，对自己也失望透顶。松子将自己关在狭小的出租房内，除了买东西和扔垃圾，其余时间就宅在家里。渐渐的，他的身体变得臃肿，头发开始凌乱，家里也变成了垃圾场，脏乱不堪，身上有浓重的臭味。他不再跟人说话，别人与他说话时就躲开，他拖着臃肿的身体独自生活着。我们追溯到松子的童年，就可以看出他的童年很不受重视。家里有个生病的妹妹，父亲把所有的关心和爱都给了妹妹，从而忽视了松子的感受，没有察觉到她异常的情绪。可以说，松子的童年缺少关爱，缺少自信心，没有安全感。有2个孩子的家庭，如果父母的爱有所偏颇，很容易引起彼此之间的矛盾。松子的父亲给生病的妹妹准备生日礼物，给她笑容和温暖，而松子什么都没有，甚至在长年累月中积累出对妹妹的憎恨。松子有童年阴影，原生家庭中爱的缺失，让她一生都在追逐爱，不断地索取爱。过分卑微的生活，为了爱而生存，这都是自信心不足的表现。如果不是在公园出了意外，松子最后的结局应该是美好的。他在回忆中看到了妹妹的笑容，并且燃起了对理发的热情。他拿着名片想去找过去的好友重新开始，并且最重要的是，他重新获得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开始主动与陌生人说话，让那几个乱扔垃圾的青少年将垃圾捡起来。松子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开始与社会接触，重新认识了自我。
治疗社交恐惧症需要靠自我的主观能动性，克服内心的恐惧，主动走出舒适区。对患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来说，迈出第一步很难，需要承受来自心理的巨大压力，克服意识上的障碍，主动用脱敏法自我治疗。拥有治疗的主观意识后，患者需要对自己的现状进行充分了解，明确自己恐惧的对象，并且可以简单的罗列在纸上，逐一攻破。当负面情绪出现时，不要将自己的思维困在低谷，要学会转移视线，将焦点聚集在有趣的事情上。比如可以听几首优美的音乐，看一本书，做一顿美食。总之呢，让忙碌填满复杂紧张的心，不让自己的心走进迷宫，在消极的情绪中原地踏步。停止无休止的遐想，没有发生的事不要乱想，已经发生的事实不胡思，清空自己的负面思维，凡事朝着阳光积极的一面思考。在交际时不要恐慌，要淡然处之，佛系的看问题，顺其自然，相信一切都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充分利用自我暗示去控制心底的声音，现在就是最好的状态，相信自己，重新找回自信和勇气。用系统脱敏法打破僵局，走出舒适区，一点一点地适应那些艰难险阻。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走出舒适区堪比入蜀地，但只要方法用得对，就会有奇迹出现。克服心理的恐惧，与亲密的人沟通，率先打开心房，再循序渐进地进行交际。这就像打通关游戏，在遇到最后的大 boss 前，都会有小关卡，一关一关的闯，通关之后就会觉得柳暗花明，世界静好。知乎上有一名网友说，治疗社交恐惧症最关键的是要解放情绪，这也是最难的，因为会触碰患者最敏感的神经，揭开最疼的伤疤。许多网友表示赞同。社交恐惧症患者认为周围的人都在看他，对他有敌意，只有小孩子才是无害的，是天使。这样对于难以释放情绪的人来说，开导他去孤儿院与孩子相处一段时间，像小孩子一样重新学会交际，跟小孩子一样学会哭，学会笑，也是一种释放情绪、缓解压力的方法。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女性的抗压力要比男性高很多，这与女人爱哭会释放情绪有关。所以将负面情绪释放出去，从身体内部排出，不让压力积在心底，增强自信心和勇气，会降低患社交恐惧症的风险。给大家讲一个关于患有社交恐惧症的人，这个案例呢很有趣。有一个荷兰女人为了不跟熟人打招呼，装瞎28年。这个荷兰女人认为跟熟人打招呼寒暄是一件很有心理压力的事情，因为她不擅长交际，认为在路上停下来跟亲戚朋友说话是一件麻烦事，很累。所以呢，她在28年里一直对身边的人说，她做眼睛手术失败，失明了。这一则案例是真是假还有待考究，毕竟装瞎比交际更麻烦。人际交往是一门大学问，交际也有其艺术性。在生活的道路上，学会如何高效地与人沟通和交流，同时注重锻炼自己的心智，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在面对坎坷时，可以舒缓压力和放松情绪，给心提供一个清凉的舒适空间。大家好，我是木冉冉，一个喜欢用声音传递知识的主播。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欢迎大家订阅关注。第3篇，害怕出门宅到极致的社交。第3部分，一个69年男孩的征婚。
劳动公园相亲角的一则征婚广告让人侧目。1969年，男孩一名，身体健康，有2室1厅的房子，父母有退休金，欲寻求一名身材匀称，有稳定工作，可离异但没有孩子的女人，非诚勿扰，联系电话是父亲的电话。这是一则令人啼笑皆非的征婚启事。令人醒目的是69年男孩这几个字。1969年出生，至今未婚，征婚启事还留着父亲的电话，这几点足以让人感到惊讶。后来呢，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这个69年男孩是啃老族，学校毕业后就没有工作过，一直待在家里，很少出门。他父亲说，这孩子每次出门都觉得无比难受，心跳加快，手心出汗，头晕目眩，耳鸣眼花。最重要的一点是，连呼吸都觉得困难，仿佛外面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压板，压得他的胸口透不过气。这个症状很吓人，但男孩一回到家，这种感觉就消失了，整个人变得正常了。这个69年男孩的生活范围就是卧室、客厅、厨房，一出家门就会恐惧。同时呢，他还有社交恐惧症，他不愿意跟人说话，就连家里的电话都不敢接。逢年过节时有亲戚来到家里，他也是畏畏缩缩的，生怕别人将目光投向他。据说那目光像是子弹穿透了他的身体，刀子扎在他的身上，让他痛苦万分。他恐惧出门，恐惧社交，一切外界的事物让他都感到恐惧。如果可以，他想一辈子都不出门，不说话，不见人。恐惧呢，是一种情绪，是一种精神状态。7情6欲当中，恐惧心理比较让人不安。有人怕黑，有人怕虫子，有人怕乘坐电梯，还有人怕跟人接触。但仅仅被害怕约束是小问题，而害怕到极致就是恐惧症了。恐惧症在心理学上又称为恐怖性神经症，属于神经症的范畴。它主要表现在过分或者不合理的害怕某种事物或情景，并且严重阻碍了正常生活。患者或许知晓这种恐惧危害，却难以控制和约束，反而任其变本加厉的发展，难以自制。常见的恐惧症包括广场恐惧症、社交恐惧症和特殊恐惧症。社交恐惧症通常发生在青少年身上，也有不少儿童深受其害。它又称为社交焦虑障碍，患者常有焦虑、抑郁和恐惧情绪，并且情绪很容易失控。传统父母大多遵循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原则，孩子自有记忆起就备受父母管制，一旦顽皮必定免不了一顿打。被打被罚的孩子如果没有被很好的开导和教育，那么他很有可能朝着一个阴暗的方向发展，或行为乖张、喜怒无常，或精神低迷、不爱说话。在这里，孩子的社交恐惧症要跟自闭症区分开来。延氏小儿方论中就提到过，小儿5岁不能言，心气不足，要在补肾的基础上治心，心肾并治。5岁了还不会说话的孩子，首先呢要考虑是否患有孤独症，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还要配合心理治疗，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不能耽误孩子健康成长。然而呢，有些孩童并不是身体机能的问题，而是心理问题。不爱说话，怕见人，见人就哭。如果处理不好，这种现象在经过时间的揉捏之后，就会变成社交焦虑障碍，长此以往还会严重地影响生活和未来。中心妇产医院同一天出生2个婴儿，生下来都十分健康。出了月子被接回家，一个婴儿被妈妈时刻抱在怀里，怕摔了，怕胖了，出门又怕被风吹了。婴儿整日见到的除了妈妈就是爸爸，连个生人都没见过。每次去打疫苗都哭个不停，抱回家反而就会好些。
渐渐的，这婴儿出门的机会少之又少，几乎整日在家里玩。而另一个婴儿则相反，皮实得很，每日必定出去在小区里溜一圈，逢人就笑，见人就举起小胖手，特讨人喜欢。婴孩时期还不太明显，等到了3、5岁成了大孩子，那个整日被养在家里的孩子还是见人就躲，不敢说话。别人一碰到他或者一与他讲话就会哭。而另一个孩子越发讨人喜欢，有礼貌，会讲话，还会主动跟别的小朋友一起玩。很明显，儿童的生活环境和习惯都很重要，社交要从小培养，不能束缚孩子的发展空间。前文提到的69年男孩就是典型的社交焦虑症。追溯到他的童年，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恐惧症与童年发生的事情有很大关系。这个69年男孩在10岁时被人贩子抓走过，当时他在路边玩，被人贩子抓到车上抢走了，幸好发现及时，被警察救了回来。从那以后，他父母只觉得孩子乖了很多，不像从前那般顽皮了，也没有很好的关注他的心理健康。这次绑架事件给男孩造成了童年阴影，受到创伤后有应激障碍，渐渐的他开始不敢在学校里跟其他同学玩，下课了也只是躲在教室的角落里。他害怕同学的目光，也不爱说话。上课时呢，这种社交障碍还不明显，等到中专毕业后，找工作不顺利，他索性就在家里常住起来。刚开始呢，父母觉得孩子还年轻，就算不工作，他们2个也可以负担得起。后来他们发现孩子已经丧失了交际能力，在人前说话会紧张的冒汗，手脚发抖，但此时再去补救就很困难了。社交恐惧症听起来很不好处理，但想要克服困难去治疗还是有迹可循的。首先呢，要正视它，从正面克服社交恐惧症，让自己完全暴露在外界，强制进行社交活动，也就是暴露冲击疗法。其次呢，系统脱敏治疗，放松患者的心情，调整情绪和心态，释放内心的恐惧。最后呢，根据具体情景模拟社交，循序渐进地由弱到强去克服社交恐惧感。在这个步骤中，要时刻观察患者的情绪变化和适应程度，不可操之过急。与系统脱敏治疗相反，暴露冲击治疗相对来说更直接。除去这2种方法，还可以借助药物控制治疗，这就需要花费时间慢慢调理了。不过呢，这个69年男孩首先要处理的并不是婚姻问题，毕竟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想成为一个69年男孩的妈，还是呢要正视自身的问题，找到症结所在，一味的啃老也不是办法，毕竟人活一世，还是要好好过日子的。大家好，我是木冉冉，一个喜欢用声音传递知识的主播。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欢迎大家订阅关注。第3篇，害怕出门，宅到极致的社交。第4部分，小时候接触人少，长大了就一定要外向。小的时候，我家住在一个大院里，有好多小孩子在外面玩。我听到声音，很想出去跟他们一起玩，但妈妈觉得外面太危险，就很少让我接触陌生人。时间长了，我就不想出去了。长大后，我不爱社交，没有朋友。妈妈竟然问我为什么这么内向，为什么不爱出去。上中学时，妈妈防范我谈恋爱，就像防贼一样，差点就把我拴起来。上大学时也要以学习为重，不能找男朋友。可是一毕业，妈妈竟然要我赶紧结婚，别耽误了。我妈的想法特单纯，她认为我是一天就变坏的。其实呢，小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种子，小时候不管，长大也就管不了了。
不管什么事，只要我一开口，我妈就能拐到学习上去。等我长大了，她还心酸，说我跟她不亲了，有什么话都不跟她说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母亲，但他们的想法很奇特。就像上述几个采访对象讲述的那样，他们沉浸在自己的教育世界里，我行我素，没有反思。看到孩子与自己的预期不一样，还在奇怪，为什么孩子会变成这样？他应该很外向，很爱说话呀。为什么感觉孩子距离自己越来越远？这么多年的学都白上了，为什么他什么都不跟自己说了？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在成长过程中积累的习惯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母亲作为孩子最亲密的人，她的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着孩子。可以说，那些习惯不是突然形成的，而是在循序渐进中慢慢累积而成的。内向、自卑、不爱说话、不合群儿、不爱交朋友，这些现象都会为患上社交恐惧症打下基础。如果一开始就是错的，忽略了这些状况，那么渐渐的就会产生交往障碍，继而导致与外界发生沟通障碍，严重者则会永远躲在狭小的空间里，再也出不去。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儿童社交恐惧症，就是说，在面对陌生的人群和环境时，儿童的心理压力过大，会形成焦虑和害怕的心理，甚至产生拒绝心理。他们不爱说话，会害羞，会哭泣，会对陌生人产生恐惧。除去先天因素导致儿童患有社交恐惧症，后天家庭环境的影响尤其关键。如果将成长的过程比作修建高楼大厦，那么儿童时期就要打下坚实的地基。无论是健康的身体还是健全的心理，儿童时期的维护是不容忽视的。比如一个家庭中充满爱，父母互相尊重，经常带孩子去看世界，交朋友，那么这个孩子一定是活泼开朗，乐于分享和交流的。反之，家庭氛围紧张，父母关系恶劣，孩子就会敏感害怕，焦虑不安。再加上父母不让孩子出去见人，没有玩伴，那么这个孩子多半就会患上社交恐惧症。随着社会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预防儿童出现社交恐惧心理就显得格外重要。家长要从小就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和交流能力，防止孩子出现社交障碍。那么家长该如何预防呢？第一，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给孩子提供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一般来说呢，和谐有爱的家庭中，家长的教育理念也是非常适合孩子成长的。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中，采用的教育和引导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在儿童时期，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和睦，可以塑造孩子健康的品格，孩子呢也会感受到温暖和快乐。必要的亲子时光不可辜负，不要错过孩子的每一个重要的人生阶段，留出时间陪伴孩子。比如说，认真地陪同孩子看一次他喜欢的动画片，参与孩子在幼儿园的第一次演出，孩子第一次得奖时要给予奖励，给孩子生活的仪式感，陪孩子过生日。这些陪伴和记忆都会给孩子带来快乐，同样呢，也会让他用心地感知家庭生活的美好，给他一个充满爱的童年。第二呢，是多带孩子去看世界，观察生活，锻炼孩子与陌生人交流。许多家长认为外面车多人多不安全，空气又不好，就经常不让孩子外出。其实呢，孩子活泼好动，正处于一个对万事万物都好奇的年龄，将孩子关在家中，对孩子的成长没有任何益处。家长呢，应该多带孩子外出，多见些人，锻炼孩子的注意力和观察力，让他学会与陌生人交流。比如呢，去小区院里跟邻居小朋友一起玩，做游戏，教会孩子如何与陌生人打招呼。还可以带孩子去外地探亲或者旅行，
在不同的环境下见到不同的人，锻炼孩子的性格，孩子呢也会越来越乐观开朗。第三是独自一人完成一件事会让孩子感到骄傲，也可以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还需要学会放手，不能事事操心，事无巨细地全部帮孩子完成。培养孩子的独立动手能力，有利于塑造孩子的独立思维，培养孩子的决断力。比如让孩子独立完成一项手工作业，家长可以事先提醒孩子注意事项，让孩子养成事前准备好的习惯，如独立做完一份手抄报，拼完一幅图，洗一双小袜子等。心理学家认为，培养3岁以上的儿童独立完成一件事，可以塑造孩子独立的思维和品格，孩子长大以后的决策力就会变得很强。最后，与外界接触，不要限制孩子的人际交往，要帮助孩子学会分享。一位权威的教育家曾经说过，教会他人解答难题的过程中，自己的知识也能得到深化。让孩子多与外界接触，跟同龄人一起学习，做游戏，可以让孩子尽快融入到新的环境里。同样，也可以邀请孩子的同学和玩伴到家里做客，让孩子学会做小主人。这样呢，也可以提高孩子的交际能力，增进彼此的友谊。其实啊，公共场合是一个全新的环境，孩子来到后难免会觉得紧张和不安。这个时候呢，家长要注意观察孩子的情绪，正确引导孩子淡化这种感觉，不要轻易地给孩子贴上胆小的标签，以免让孩子产生压力和自卑，最后陷入社交恐惧的黑洞中。大家好，我是木冉冉，一个喜欢用声音传递知识的主播。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欢迎大家订阅关注。第4篇，情商可以后天培养，但有一种人例外。第1部分，低情商的可复制性。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不仅要求智商过硬，也要求不断地提高情商。还有很多女性呢，将高情商作为择偶的标准。可见呢，情商这个词大家都不陌生，都有自己的看法。现在高情商属于凤毛麟角，低情商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而且还具有可复制性。情商的高低与先天遗传的关系不大，与后天的积累和沉淀息息相关。情商可以培养，但只能徐徐图之，不可操之过急。简单来说呢，情商就是可以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达到一种增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能力。通俗的说呢，就是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与君相处如沐春风。那我们不妨观察一下身边的朋友，那些情商高的人大多儒雅绅士，谦和有礼，谈吐不凡。他们说话办事能力强，能够临危不乱，宠辱不惊，能够很好地把握自己的情绪。而有些人呢，则经常焦虑不安，烦躁易怒，不会看人眼色行事，说话做事张扬，动不动就心直口快，专门戳人心窝子。而且呢，还美其名曰，我这个人呢，直肠子，没心眼儿，忠言逆耳，都是为了你好。殊不知呢，这虽然是性格使然，也是情商低的表现。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如兰就是典型的低情商，每每都输给墨兰，被盛红责骂。她是个炮仗性子，一点就着，说的就是她很容易被墨兰的三言两语挑拨，在言语上吃亏，然后情绪失控。往上捋顺，我们不难发现，如兰的母亲王氏也是个心直口快、恣意妄为的人。她在情商这一块修炼不够，在跟林姨娘的斗争中节节败退。
显而易见，如兰扶持了母亲的低情商。在后天的培养中，如兰在情商这一块的学习可谓是后天不足，没有稳妥的环境熏陶，也没有榜样去模仿。可见呢，低情商是可以复制的，一般都是从最亲的人身上 copy， 再加以润色，使情商更低。中国呢有一句古话，3岁看大，7岁看老。老话不假，是经过数百年实践总结出来的。这句古话也被现代实践研究证明是有科学依据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姆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对上千名儿童进行跟踪研究，从出生开始到成年，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心理健康。最后呢，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儿童在1岁到5岁是智力发展的高速期。如果一个孩子在成年时智商为100，那么他在5岁前就应该达到一半，7岁前再增长30，剩余的20则从7岁到成年之间获得。因此呢，7岁前的智力开发尤为重要。除去智商的开发，情商的培养也尤为重要。3岁的孩子已经开始接触外界，他们会对周围的人和环境产生兴趣，会初步形成心理认知和情感认知。在这期间呢，如果家长以身作则，在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中培养孩子良好的性格和情绪，锻炼孩子的独立思考和动手能力，训练孩子的说话能力，那么父母的期望值和生活习惯与准则都会逐渐地被孩子吸收沉淀，最后形成自己的期望值和准则。现在社会上的早教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都各具特色，正是很好地利用了孩子3岁前这一黄金期，通过科学的指导和正确的引导，来使孩子充分地发挥潜力，让其健康成长。在如兰小的时候，母亲王氏没有做到正确引导，在孩子面前呢，也暴露出自己和林姨娘斗争时展现出来的低情商。父母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此话不假。相反，明兰跟在老太太跟前，情商之高可以说是比如兰高出一大截，可见情商具有可复制性的特点。在清朝，小皇子6岁时就需要上书房读书，每日寅时便去早读，寅时也就是凌晨3点。而且清朝有个规矩，小皇子不可以在母亲身边长大，都必须养在阿哥所，由专门的乳母抚养，避免慈母多败儿。这是很有道理的，制定规矩来约束皇子的行为，培养他们的良好习惯。只要不出偏差，培养出来的孩子大多都能成才，只有极少数是例外。你看，从古到今，培养一个人的情商都要从娃娃抓起，沉淀着无数智慧的方法。现代社会竞争压力巨大，如果一家公司面临裁员的危机，而 HR 最先裁掉的人员就是情商低、不会说话的人。一般来说呢，有个定律，情商低的人一般不会身居要职，且人缘不好，再加上心直口快，得罪上司，与同事不睦，被裁员便是首当其冲。那么提高情商，打破这种可复制性的低情商魔咒，就需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努力。Z 小姐呢，就是一个典型的直肠子，是公司出了名的话题终结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她都能用一句话得罪人。午休时，同事们在茶水间讨论减肥，某同事正在斗志昂扬地表决心，能绝对控制食量，多做运动的时候， Z 小姐想表现得不落俗套，非要反其道而行，用激将法说：你呀，绝对不会瘦下来的。语气冰冷，透着不屑。Z 小姐这话一出，励志减肥的同事脸色都变了，她还不会察言观色，推了一下对方，反问：是不是啊？
周围一下子静下来，空气中充满了尴尬的气息。Z 小姐得罪了人还不自知，类似的例子有很多。年终测评，她被同事评价得很低，都说她情商低，她还很委屈，哭着说：我妈从小就教我，有什么说什么，不要藏着掖着。Z 小姐呢，完全复制了母亲的低情商。其实呢，小孩子诚实一点很好，有什么说什么也很好，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注重方式方法。开玩笑要看场合，要坚持适度的原则。说话要讲究分寸，把握一个度和时机。这些呢，都可以通过慢慢的积累而改变。最重要的是情绪管理。比如在极度悲伤的时候可以哭，但不能不分场合的大声哭。哭可以消耗和带走身体里的悲观和负面的情绪，但丢脸就不好了。情商具有可复制性，虽然一个人有可能复制低情商，但好在还有科学方法来解决。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了解自己的情商，加强自我意识，通过榜样的力量，再加大把控情绪的力度。相信呢，即使复制了低情商，以后也能去改变，情商指数会越来越高。大家好，我是木冉冉，一个喜欢用声音传递知识的主播。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欢迎大家订阅关注。第4篇，情商可以后天培养，但有一种人例外。第2部分，情商低一般体现在这些地方。一家公司的 HR 在招聘时遇到这样一个应聘者，他的简历写得很漂亮，名牌大学毕业，在校成绩排名靠前，教授对他的评价很高。面试时，考官让这个高材生做自我介绍，谁知他竟然说了一段话，顿时让考官感到很尴尬，对他的印象也大打折扣。应聘者说：简历上不是有自我介绍吗？上面写得很清楚了，咱们就不要在这个地方浪费彼此的时间了，要注重效率。用词呢很拽，态度很傲，印象分几乎为0。HR 这次招聘的职位侧重于团队协作，应聘者显然不符合要求，语言直冲云霄，在职场中难免得罪人。虽然呢他是名校的高材生，最后还是被刷下去了。故事还没有讲完，这家公司最后招聘到一名管理培训生，态度很诚恳，做事认真，在实习期间也表现很好。但是有一点，他在实习时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因为是实习期又是新人，主管领导就没有责罚他，只是让他做事更细心些，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职场新人在工作时难免会出错，只要吸取教训，把工作能力搞上去，以后不会再犯错就是了。但这名职场新人一直纠结于自己犯的错，跟主管领导反复道歉，强调是自己不小心犯的错，表示很懊悔。在短短半个月，他竟然道歉10余次，结果很显然，他没有通过中级测试，实习期后并没有被转正。以上2个案例中的人都具备同一个特点，那就是犯了职场新人的大忌，情商低。前者言语直白，说话前没有思量，毫不顾及他人的感受，而后者呢，不能正确地管理自己的负面情绪，因为负面情绪掌控不好，就会影响工作的顺利进行，不能及时做出正确的决断。情商呢，指的是人的情绪管理能力。心理学家戈尔曼认为，情商具体有5种特征，包括自我意识、情绪控制、自我激励、认知他人情绪和处理相互关系。情商在职场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在生活中呢也同样重要。比如待人接物、处理问题、商务谈判等方面
都会考验一个人的情商。知乎上有一种观点，说假如你跟一个人相谈甚欢，甚至就像久别重逢的故人，那并不是因为你们两个人的性格和阅历都很相似，其实呢，是对方的情商比你高，比你聪明而已。由此呢，可以看出情商的重要性。但在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很多情商低的人，这部分人并不占少数。那么，情商低一般体现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是自我认知过高，目中无人，说话口无遮拦，号称话题终结者。在职场中和生活中呢，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自称直肠子，而且自认为很爽快干练，有什么说什么，我行我素地认定忠言逆耳很光荣，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但事实上呢，这部分人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得罪人的几率最大，也最容易树敌。他们对自己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说话直白，一针见血，是话题的终结者。还有一部分人呢，懂得不多或只知其一，就敢在外面长篇大论，大放厥词，用自己粗鄙的见解指导他人。这呢，通常会惹人反感，是瞎说话导致的，也是一种最直观的低情商表现。第二呢，是难以管控和处理自己的情绪，让负面情绪占据生活的主导地位，肆意发泄。对于吵架呢，大家都不陌生吧？上下班高峰时，在拥挤的地铁里，时不时就会传来大嗓门的辱骂，负面情绪爆棚，随时都会出现暴力。夫妻吵架呢，也总有一个挑头的，而这一方面就是不会正确处理自己情绪的人，情绪失控以后要靠吼和骂来宣泄。部门主管被老板批评这个月的业绩不好，主管回来后一肚子的火气，遇人就劈头盖脸的骂一通，以缓解自己的负面情绪，将这种情绪传给办公室的每一个人。这些呢，都是情绪管理失败的表现。负面的情绪可以延续，也可以终结。比如在办公室被领导批评的你，回到家一开门就看到孩子将面粉撒了一地，而孩子的嬉闹声充斥着你的感官，那是将公司带来的怒火烧到家里给孩子一通骂，还是将怒火留在外面，心平气和地跟孩子讲道理？聪明的人呢，都会选择后者，不将职场的怒火带回家，给孩子造成伤害和阴影。第三呢，是我弱我有理，我穷我自豪，没有激励自己的方法，浑浑噩噩的混日子。给这些人贴一个标签，那就是玻璃心。他们的内心很脆弱，像玻璃一样一碰就碎，常常处在悲观消极的状态。就像现在有些人经济好了一点，就开始患得患失，害怕以后经济会不好，比如通货膨胀，房价上涨，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对未来呢充满焦虑。经济不好，他就会说果然被他说中了，形势越来越严峻，以后的日子更难过了。这种思维对未来不会有任何的帮助，反而呢会传染给身边的人，让身边的人也处在焦虑中，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头顶小乌云，走到哪儿哪儿下雨，怨天尤人，就是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些人呢，还有这样的小心思，做对了全是自己的功劳，做错了就推给别人，没有一丝责任感。他们浑身充满负能量，既不会激励自己，还会把别人拽入深渊。第四呢，是理解不了潜台词，不懂得察言观色。低情商还表现在不顾他人的感受，看不懂情绪背后的真相，听不出弦外之音，分不清委婉的拒绝，也分不清善意的提醒。他们大多我行我素，聊天时只顾自己，不懂得观察别人的情绪。久而久之呢，他们就会脱离团体，没有朋友。在职场呢，
他们在领导忙得焦头烂额时去问一件简单的事儿，领导耐着性子解答了，他们再遇到问题还去打扰正在忙碌的领导，丝毫没有觉察到领导焦急的心情。一件很隐私的事情，主人公已经委婉地表示不想再提，但他们呢，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触碰底线，探听他人的隐私。遇到情商低的人真的会憋出内伤，如果对方继续我行我素，那就只好避而不见了。第五呢，是处理不了与他人的关系，更有可能成为和稀泥的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维护，这是一门终生的必修课。而情商低的人处理不好与他人的关系，经常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有一家公司重新装修，负责人在与装修主管沟通时出现问题，他的态度强硬，不给对方留余地，最后一拍两散，装修改造没能顺利的完成。而那名装修主管扬言，公司不换负责人就不干活。后来呢，公司换了新的负责人，他的沟通效率高了很多，接人待物很客气，尊重对方，装修工人也很满意，干活也很卖力。同样一件事，与同一个人沟通，就会有两个完全相反的结果，这与公司的负责人是否有高情商是分不开的。低情商者千千万，他们在生活和职场中举步维艰，想要美好的未来，提高情商刻不容缓。大家好，我是木冉冉，一个喜欢用声音传递知识的主播。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欢迎大家订阅关注。第4篇，情商可以后天培养，但有一种人例外。第3部分，强行蜕变你也可以。某商场的总经理是一个情商很高的男人，作为企业高管，他就是行走的高情商典范，被所有员工称颂人格魅力十足。半年前，集团空降了一名外聘的日本高管，因为文化差异，他的许多要求都很苛刻，中层干部为此都叫苦连天。这位总经理足足忍了对方1个季度，而后在一次季度会议上，日本高管又开始拿装修风格说事，总经理开始在会上用日语反击，条条框框分析得很透彻，只一次就在气场上镇住了全局。从那以后，日本高管再也不敢跟这位总经理叫板。有威慑力的领导人讲究以理服人，在没有十足的把握前不会轻易出手，而一旦万事俱备就会一击即中。案例中的总经理呢，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情商不是一般的高，他的责任感很强，有强大的自信心和亲和力，会给员工办实事，倾听基层员工的意见。心理学家格尔曼认为，人生能否取得成功，情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应该怎么做才能提高情商，做一个高情商的人呢？第一，培养高情商从娃娃抓起。情商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而高情商的背后是一次次尝试的过程，是藏在年龄里的智慧。研究表明，在某种程度上，情商的作用比智商更重要。早期的情商教育非常的重要，关系到一个人的一生。儿童的情商与父母的教育息息相关，儿童处理情绪的方法大多是模仿家长或者老师，因此呢，家长的正确示范和老师的及时引导就变得尤为重要。情商课呢，应从娃娃抓起，锻炼孩子的注意力，找到处理负面情绪的方法，提高孩子人际交往的能力，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责任心，培养孩子的爱心。孩子的情商可以反映出父母的教育，他们是父母的复印版，因此呢，要从小注意孩子的情商培养。第二，
抛弃原生家庭带给你的低情商，从根本上改正和提高处理问题的方法，提高情商力。低情商呢，具有复制性，但同样可以通过有效的方法来改变。当一个人离开家庭的港湾，走出父母的怀抱，来到社会，那么他的情商高低就会立即表现出来。一个人想要获得高情商，需要父母的精心培养以及自己的细心学习。好的人际关系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来维系，坏习惯以及处理问题的方法有时候呢是根深蒂固的，那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如果低情商具有可复制性，那么你的行为是完全受了父母的影响。从现在开始呢，抛弃固有的思维方式，逃离低情商复制性的魔咒，学习正确处理问题的方法，培养自信心，点滴积累，做一个高情商的人。第三，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提高抗压能力，增强人格魅力。高情商的人具有强大的自信心和吸引力，做事有决断，责任心强。当危机和突发事件来临时，一个人表现出来的情绪和行为最能体现其情商。在面对压力和挑战时，还可以气定神闲地分析事件，有条不紊地解决问题，协调人际关系。那么这个人的抗压能力是非常强的，会给人强大的安全感和信心。越是遇到困难，越是着急，就越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负面情绪呢，人人都会有，区别在于如何去控制它，利用它，最后呢，合理的转化它。高情商的领导人具有强大的人格魅力，他会感染身边的人共同进步。这呢，就是所谓的吸引力法则。你是怎样的人，就会吸引怎样的伙伴，那么这个团队的协作能力就会怎样。第四，学会倾听，感受他人的情绪变化，增强沟通的效率。在沟通中，不要一味的输出，适当的停下来聆听对方的声音，会增加彼此的好感，使交流过程更加顺畅，以便于了解对方真正的想法。在与人交流时，掌握话语权并不代表抓住了主动权。相反呢，细心聆听对方的声音，感触对方的情绪，了解彼此的需求，才能增强沟通的效率。第五，学会拒绝，在适当的时机正确处理困难情绪。高情商呢，并不代表他人有难我必助之。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为难的时候，这个时候用合理的方法及时拒绝，总好过前一秒爽快答应了，后一秒后悔难受。在生活和工作中学会说不，委婉地拒绝别人也是一种处理问题的方法。R 请假去医院照顾家人，正忙时收到领导的微信，说让他回公司发一份数据报表，很着急用。R 了解这个数据报表是另一个同事 K 负责处理的，领导没跟 K 要，说明他不方便发，而自己呢，只是在临时协助 K 完成。于是 R 给领导回信息，领导，我现在不在公司，请了假，在医院照顾家人。您如果着急用的话，我从医院赶回公司应该是晚上8点，那个时间发给您来得及吗？制作数据报表，这本不属于 R 的工作范畴。委婉的拒绝后，聪明的领导不会把责任推在他的身上，而是会再去找 K 负责。拒绝也是一门艺术，需要积累经验。第六，懂得换位思考，学会反省自己，了解道歉的哲学，用一颗包容的心善待他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错当改，绝不模棱两可。道歉呢，并不是低人一等，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人品。学会反省，用换位思考去体会对方的心情，感受他人的情绪，做一个宽容善良的人。《论语·学而》中记载：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反省这件事要每天都做，交朋友要以诚相待，替人办事要尽心尽力，学到的知识要懂得温故。学会反省，要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注意观察他人的情绪，要有一颗包容心，格局要大，眼光要远。培养情商呢，是一生的课题，没有尽头。要时刻地提醒自己，做一个高情商的人，温暖待人。大家好，我是木冉冉，一个喜欢用声音传递知识的主播。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欢迎大家订阅关注。第4篇，情商可以后天培养，但有一种人例外。第4部分，习惯性无助和习惯性拔尖儿。朋友的妹妹小 A 结婚不到半年就离婚了，听说她在工作单位的表现也不好，已经被 HR 列入到了裁员名单里。小 A 从小到大没有做过任何决定，一切都是靠母亲来决断，这导致了她性格内向，不善于表达。在职场中呢，她也属于可有可无的人，凡事自己做不了主，大小事情都要请示主管，没有决断力。在婚姻中呢，小 A 更是依附于老公。按照小 A 前夫的话来说，就是他不是娶了妻子，而是在养女儿。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小 A 遇到难题或犯过错误，就会习惯性无助，负面情绪爆棚，处理不好任何事情。而小 A 的妈妈王姨呢，则是一个处处拔尖、事事要强的女人，家中事务不管大小都要过她的手。她替小 A 精打细算，几乎每一个环节都算计到了，做出规划，严厉得像个强迫症患者。而王姨的老公呢，就是受不了她机器人一样的生活，抵挡不了来势汹汹的拔尖要强，所以呢，两个人就离婚了。王姨处处要强，在工作上更是个热心肠。在她看来，自己就是拥有一颗炙热的心，乐于助人。在同事眼里，就是越俎代庖，不知所谓，情商低的令人避而远之。在工作单位的乐评很差。两个案例中间的过程各有不同，两个人却拥有相似的结局。小 A 完全复制了母亲的低情商，不会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有一句老话说得好，一个好女人可以旺3代，是维系家庭的重要纽带。很显然，王姨连第1代都没有旺起来，因为她情商不高，没有维系好夫妻关系，也没有给孩子树立正确的榜样，剥夺了孩子的选择权，让孩子没有主见和自主的能力。最后呢，导致孩子的生活不幸福，未来堪忧。情商可以通过后天修炼慢慢养成，只要是有意识的去调整和改正，任何时候都不会晚，那么一切都还来得及。王姨的初衷呢，是为了孩子好，想要给孩子提供避风的港湾，不让他过早的接受现实的伤害。但是结局却不如人意，也不知他是否意识到自己的教育方法不科学，是否追悔莫及。心理学家提出过一个观点，比起学习和做学问，教导孩子如何做人更为重要，需要花费更多的心血。优秀文化的传承及优良家风的塑造，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去完成。一代人的教育既能体现时代的精神，更能反映出父母的人生智慧和处世哲学。情商在现代生活中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是一个人未来成功与否的关键。这样提高情商，更智慧地处理生活中的问题，提高与人相处的能力就变得很重要了。一个人如果有正确的自我认知，充满激情和自信，与他人和谐共处，能够有效地处理各种情绪，提高抗压力，那么这个人一定具有很好的人格魅力，会给他人树立榜样，产生积极的作用。
目前在企业管理学中，情商被广泛应用。一个成功的领导人首先具备的就是高情商。当下许多职场新人在入职前都会去报班上情商课。职场如战场，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对于情商的培养就格外的重要，可以说它是一个职场菜鸟能否在新环境立足的关键。可以说，情商的未来发展充满潜力，是一个人成长和进步的无价之宝。从出生到成长，情商会伴随人的一生，影响深远。情商会受原生家庭的影响，同样的，它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来提高。正如前文案例中，习惯性无助的小 A 就是通过学习改善了情商低的问题。首先呢，先从打破僵局、推翻强硬管控开始。我越来越认为，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性格和情商的塑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呢，可以影响他的一生。行为心理学上有一种说法，习惯可以塑造和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习惯的养成是日积月累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思维也是有惯性的。要打破惯性，就需要辩证地找出原生家庭带给你的影响，扬长避短。小 A 离婚又失业，可谓是受到了双重打击，严重影响了自信心和自尊心。如果他一蹶不振，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那就麻烦了。但是呢，小 A 比一般宝妈更坚强，她认清了事实，也在跟前夫的交流中得到了一个信息：妈妈的教育是错误的，长大后决策权应该在自己手里，她需要有独立的思维。所以呢，首先她就抛弃了妈妈的理论，打破僵局，走出妈妈的绝对保护，与过去说了再见。然后呢，她报了情商班，学习如何与人相处，怎样培养独立的思维，提高决断力，她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其次呢，是认真看待自身的处境，学会反省，跳出情绪黑洞，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小 A 在情商班的学习过程很顺利，她的学习能力很强，通过老师的正确引导，她已经学会了为人处事之道，懂得了拒绝的哲学，有了一定的自信心和决断力。在学习的过程中，小 A 还学会了反省，一日三省自身，反省自己从前的所作所为，总结在职场中和婚姻中的失败教训。小 A 开始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像是与过去握手言和，认识了一个全新的自己。而在这期间，小 A 的前夫通过朋友知道了她的进步，两个人又走到了一起。最后呢，要注重沟通，学会与人相处，发挥微笑的强大功效。发现他人的闪光点，要毫不吝啬地去赞美，做一个充满阳光和自信的人。通过半年的情商课学习，小 A 的低情商得到了改善，整个人仿佛脱胎换骨似的，精神气质都发生了变化。他又开始进入职场，开始职场生涯。这一次呢，小 A 懂得了责任的重要性，学会了如何快速有效的沟通，提高沟通效率。并且有一点很值得一提，小 A 的笑容很有感染力，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他真诚地与人为善，在新公司收获了同事的尊重。情商呢，是一门艺术，需要一个人认真对待，努力学习，因为这是通往美好未来的秘诀，早日掌握，可以走向人生的巅峰。大家好，我是木冉冉，一个喜欢用声音传递知识的主播。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欢迎大家订阅关注。第5篇，性启蒙要排在第1位。第1部分，坏人的阴谋。近年来，新闻报道的儿童性侵案件在不断的攀升，据统计，熟人犯案的比例高达70%。他们披着熟人和亲戚的外皮，戳破人性的底线，将魔爪
伸向幼小的生命，真可谓是人面兽心，毫无良知。现实如此残酷，真相令人震惊。一件件惨案告诫我们，对儿童的性启蒙教育要趁早。坏人也是利用了这个漏洞，对儿童行谎骗、诱拐之事的。儿童是最天真无邪的，会被新鲜的东西吸引。孩子的天性容易促使他们相信他人，不懂得坏人的阴谋。在这个特定的时期，儿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尚未定型，对社会和现实的了解不深，不会辨别是非，所以呢，很容易受到哄骗。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就需要对此进行防范，对孩子进行性启蒙教育，让他们及早地了解性知识，时刻地保护自己。女孩 F 在10岁时，父母就离异了，她被判给爸爸抚养。爸爸呢，另娶了后妈，隔年生了个儿子。后妈对 F 漠不关心，同时对她很严厉，她一犯错误就会遭到打骂。有一次 F 把买练习册的钱弄丢了，他怕后妈打他，于是坐在小区院里哭。一个邻居老头看到了，询问之下了解了情况，于是对 F 说：你呀，跟我回家坐一会儿，我就会出钱给你买练习册。F 认为只要不被后妈打，其他的都可以接受，于是呢，就跟着邻居老头回了家。老头以检查身体为由对他进行了猥亵，之后他一有难题就会去找老爷爷帮忙。最后这个邻居老头被举报，警察把他抓了起来。 F 还不知道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有多么残酷。我曾经呢看过一个类似于公益广告的短片，上幼儿园的女孩回到家里，手里拿了一个玩具娃娃，但这个娃娃不是她妈妈给她买的。妈妈很是奇怪，又看到女儿的衣服很脏，膝盖还磕破了。在给女孩换衣服时，她发现她的内裤上有血迹。妈妈并没有心急慌乱，而是强压着怒意，在崩溃的边缘耐着性子，温柔地问女儿发生了什么事。女孩说，有个叔叔给了她一个玩具娃娃，并且带她回家检查身体，很疼。此时妈妈心痛难忍，她让孩子一定记住，身体遮住的地方不要让任何人碰。然后这位妈妈在带女儿去医院前报警，利用法律手段惩戒了坏人。这两个案例呢，听起来让人感到愤恨。坏人衣冠楚楚，就隐藏在四周，观察可以下手的孩子。那么是什么让他们敢将魔掌伸向孩子？他们的阴谋诡计为什么会得逞呢？首先，了解和熟悉孩子的特点，坏人利用孩子的天真，专门向他们伸出魔爪。坏人首选小孩子作案，就是知道小孩子的身体幼小，没有反抗力，就算是大声呼喊和挣扎，也能轻易地制服。他们买来新玩具或者食物，利用孩子天生对新事物存在新鲜感和兴趣进行哄骗，最后实施犯罪。正如案例中的两个女孩， F 被老爷爷可以买练习册骗到家里，公益短片中的女孩被玩具吸引，正是利用了他们现有的困境和对事物的新鲜感。亲人作案更是了解小孩子的家庭，知道家长的习惯，挑选作案时间和方法，在孩子家人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做出残忍的事，恶人的嘴脸就暴露无遗了。其次呢，孩子的自我保护能力很弱，很容易受亲戚和大人的摆布，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不知道哪些行为是会伤害自己的。孩子呢，会本能地相信大人和亲戚，在没遇到坏人之前，他们会认为世界太美好了，周围都是爱他们的人，对人呢没有防范意识，不懂得坏人的行为。就像短片中的女孩，她只认为自己得到了玩具，并且检查身体很疼，他们对性毫不知情，不了解对自己有害的事儿。再次，性启蒙的缺失、迟到，这是发生惨案的根本原因。
家长们对儿童的性启蒙教育太少，甚至是缺失，没有防范措施。中国家长对于性启蒙教育是缺席的，回避、迟到，没有及时对孩子进行相关的教育预防工作，以致儿童对这方面的知识是空白的。学校教育也仅仅在初中生理课时会讲到，但大多数都变成了自习课，老师绝口不提生理健康。性启蒙教育越早越好，在孩子有了最初的男女意识时，就需要教会孩子学习了解自己的身体，学会保护自己。在性启蒙教育方面，家长需要一马当先，做好准备工作，这样呢，有利于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让他们拥有健康的品格。最后呢，坏人自己存在劣根性，将负面情绪发泄在儿童身上。坏人有童年阴影，不自制，还要给孩子增加痛苦，没有道德底线。在这里呢，我们又把话题引到原生家庭上，述说一下童年的阴影。拥有童年阴影的人具有本质上的劣根性，在小的时候呢，就是问题儿童。家长的漠视，家庭环境的破裂，本身成长的坎坷，那么长大以后呢，势必积攒了超负荷的负面情绪。他们可能为人师表，可能是高层领导，衣冠楚楚，整日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却控制不了自己的坏心思。最后呢，将负面情绪发泄到孩子身上，做出违反法律和道德的事儿。我们再来看女孩 F 的家庭，家庭环境过于冰冷，爸爸不关心，后妈经常打骂，她又遭受了关于性的童年阴影。如果不好好的调节，那么终其一生都不会幸福，会一直生活在黑暗的阴影下。对于妈妈而言呢，孩子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是纯真无邪的天使。孩子可以缓解大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所有压力，妈妈也愿意把所有的爱和关怀都给孩子，让他们在一个健康快乐的环境下成长。但是现实社会中存在许多阴暗的地方，有些坏人伺机而动，将黑色的爪子伸向稚嫩的孩子。那么这就需要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将性教育放在首位，从娃娃抓起，让他们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不让坏人的阴谋诡计得逞。新时代新社会，教育理念也要有所改观，将性启蒙教育放在重要位置，让孩子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大家好，我是木冉冉，一个喜欢用声音传递知识的主播。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欢迎大家订阅关注。第5篇，性启蒙要排在第1位。第2部分，学会保护自己，从娃娃抓起。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呢，是人才的竞争。为了培养人才，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力度很大，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可以说任劳任怨。但是在众多教育中，有一种教育几乎是被家长忽略的，就好像是挡在教育面前的一堵墙，谈之色变，那就是性教育。中国家长普遍对性教育认识不足，不知如何开展。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始终对性隔着千层纱，是一种禁忌的概念。家长在遇到类似教育的情况时，会立即回避，同时呢，也会感到焦虑。大家应该都遇到过这样一种情形：晚上，一家5口围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子孙3代其乐融融。就在这时，现场气氛突变，因为电视剧情中出现了亲吻的画面。只见爷爷起身去拿茶杯，奶奶低头找毛衣，爸爸站起来要去卫生间，妈妈拿起手机回微信，宝宝双手捂着眼睛。这一系列的动作很不连贯，他们用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不好意思，
如果这时候宝宝问上一句：妈妈，他们在干什么呀？我想呢，气氛应该会很尴尬。妈妈大概会说一句：小孩子懂什么？不该问的不要问。相信老一辈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是这样的回避方式正确吗？对小孩子的心理健康会造成影响吗？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回避性教育会增加儿童对此类问题的兴趣，因为越隐藏就越会激起儿童探索性的欲望。一些教育学者认为，性教育需要渗透在日常生活中，这样更贴近实际，有操作意义。当孩子主动提出疑问时，家长不要顾左右而言他，而要从正面思考问题，要用孩子可以解答的方式去回答，拒绝高深和晦涩难懂。面对孩子的问题，可以这样回答：亲吻是表达喜欢的一种方式，是充满爱的，只有亲人之间可以这样做。就像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可以亲宝宝，宝宝呢也可以亲他们，爸爸妈妈也可以互相亲。但是呢，宝宝不能被其他人亲，也不能去亲其他人。大人之间呢，可以用亲吻表达爱和喜欢，但是小朋友之间不可以。小朋友之间可以用拉手、一起做游戏、说悄悄话来表达喜欢和友好。要明确地告诉孩子，亲吻是充满爱和幸福的，不要让孩子感到亲吻是羞耻的。一些儿童心理专家认为，对孩子的性教育越早越好，儿童从2岁开始就可以接受性教育了。第一，在性教育上，家长要起主要作用，提高认识，做好引导和教育工作，了解对儿童心理健康保护的重要性。家长呢，要推翻挡在性教育面前的传统观念，对性教育有一个积极的认识，在生活细节中向孩子点滴传递知识，引导孩子正确认识自己的身体。小孩子去过幼儿园后，通常会发现自己与其他的小朋友不同。由于男女宝宝上厕所的方式不同，坐着上厕所和站着上厕所的2个小朋友会互相疑惑，回家呢也会纷纷地询问父母。这个时候呢，家长就可以跟孩子解释男女宝宝的不同，进而让他认识自己的身体，并且让宝宝知道要保护衣服遮盖的部位，不允许任何人触碰。第二是方式方法要得当，在生活过程中循序渐进地完成，培养孩子独立健康的人格。性教育要讲究技巧，用恰当的方法去进行，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增强预防意识。电视剧《顺丰妇产科》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幼儿园的老师邀请妇产医院的院长去给孩子上一堂性教育的课程。院长把这堂课设在了游泳馆，并且让小朋友都穿了泳衣，然后院长对小朋友说，泳衣遮住的地方就是隐私地带，是不能让别人碰的。要从小培养孩子树立自我保护意识，让他们勇敢地拒绝坏人，增强他们的勇气和信心，建立健康的人格。第三是关注儿童的情绪，了解儿童周围的环境，特别是家长不在时的情况。孩子呢，从小在父母身边长大，上幼儿园可以算是远离父母的视线。这时呢，家长要了解幼儿园的具体情况，比如教学和生活环境、老师、同学以及在幼儿园可以接触到的人。孩子去了一个陌生的新环境，家长要关注他们的情绪变化，多与孩子沟通，掌握孩子的心理需求，尽量给予满足，给孩子安全感和归属感。第四是预防坏人，要防范于未然，不留任何漏洞。要告诉孩子怎样识别坏人，对陌生人和不熟的人要有所保留，不要轻易地相信他人。当陌生人向孩子寻求帮助时，孩子一定要拒绝，因为一个成年人的智慧和力量一定比小孩子要强100倍。
一个成年人向比自己弱很多的孩子寻求帮助，或许就是别有用心的。韩国电影《素媛》就是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罪犯向素媛寻求帮助，素媛本着助人为乐的美德，替罪犯打雨伞遮雨，最后却被伤害。当时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素媛还问妈妈，难道帮人是不对的吗？这说明素媛妈妈没有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教育，要孩子拒绝比自己更有力量和智慧的大人的求助。提早的给孩子做安全教育和性教育，识别坏人的真面目，每个家长呢都要早日的提上日程。最后，不同阶段的教育方法不一样，要用合适的方式进行，顺应孩子心理的发展。性教育不应该是刻意的，要润物细无声，藏在生活的点滴里，不要让孩子产生排斥的心理。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心智在不断的发展，接受知识的能力呢也在增强。性教育也应该因时制宜，寻找出最适合孩子心理健康发展的教育方法。家长要记住，对孩子的性教育一定要自然而然地与生活结合在一起，在生活中替孩子解答疑问。对儿童的性教育要尽量早些写入家长的教育计划中，帮助孩子做好自我认知，从小就建立起一种防范意识，将自我保护放在前面，给孩子一个独立且健康的童年。大家好，我是木冉冉，一个喜欢用声音传递知识的主播。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欢迎大家订阅关注。第5篇，性启蒙要排在第1位。第3部分，关于性的童年阴影有多恐怖。从字面上解释，阴影呢就是阴暗的影子，是指生活中一些不好的事情。黑暗的阴影落下帷幕，太阳将被遮住，照不进心里。严重一些呢，就是心魔，心被困住了，常年在一个压抑恐惧的环境中，心里的阴影就会经久不散。关于性的童年阴影尤其恐怖，一闭上眼，那种绝望就会出现。某美女作家自杀事件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后来呢，我们了解到她书中的主角就是以自己为原型，讲述了那段痛苦残酷的往事。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一书中，作者描述的痛苦和纠结渗透在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一个为了摆脱童年阴影而砥砺前行的女孩，也感受到了她内心的煎熬和绝望，不断地在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中挣扎。她痛苦，甚至对未来没有期待。这本是一本自救的书，作者想要化解心魔，也想对社会做出警示，但是最终呢，他还是没能逃过心魔和阴影的摧残，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受到侵害后，他尝试与父母沟通，但都无果而终，因为母亲对性是回避的。他认为孩子不需要性教育，性教育是针对需要性的人，而不是孩子。其实呢，正是家长对性的回避，对性教育的缺失，才会给孩子造成一种错觉，提起性就感到羞耻。这是造成童年阴影一直留存的主要原因。性教育的缺失给未成年人的生活造成困扰，一旦受到侵害，大多数人会选择默默的忍受。而家长如果知道了孩子受害的事实，大多也会掩盖过去，不让别人知道。这样呢，就会给孩子造成另一种困扰，除了被侵害的恐惧，还有一种被人知道了的羞耻感，甚至产生自卑感。《白夜行》中的女主雪慧同样也拥有性的童年阴影，而母亲的漠视和残忍，或许比事件本身更让人难以接受。这让雪慧感到现实的黑暗，给她带来的童年阴影也影响到了她的一生。她开始变得阴暗，心理不健康，
最后在犯罪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雪慧的一段话让人感到悲伤，她的人生一直是黑暗的，没有太阳，亮丝是她唯一的一点光，这一点光支撑着她走到最后。在书中，亮丝也是一个悲惨人物，他父亲有恋童癖，母亲偷情，这些给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从他杀死自己的父亲开始，他的一生就注定了要活在黑暗中。雪慧和亮丝都是被童年阴影荼毒的人，终生都没有摆脱心魔，一直在受童年阴影的伤害。受害者存在童年阴影，如果不能正确地引导他们从悲伤中走出来，那么结果就是极端的。一部分人会受到心魔的影响，负面情绪积聚在心里，一旦达到顶点，就会控制不住悲观的情绪，导致最后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还有一部分人受到侵害后变得心理扭曲、阴暗，甚至暴躁易怒，成为问题少年或者问题少女，最后呢，走上犯罪的道路。只有少部分人可以正常生活，但依旧遭受阴影的侵袭，心灵深处是孤独无助的。从这两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性的童年阴影对受害者的负面影响有多么严重。受害者一直在挣扎，却一直活在回忆的痛苦里。他们情绪失控、低落、隐忍、歇斯底里或者自卑。有时候呢，他们也想要越过内心的心魔，翻过耻辱的阻隔。好不容易呢，做好心理的预防，鼓起勇气跟父母旁敲侧击，却意外知晓，性在当下就是不被接受的。这样呢，被污染的心灵再也回不到从前，没有任何理解，只有羞辱感。父母对性教育的缺失，没有任何形式的预防，甚至绝口不提、漠视。这一切呢，都会给孩子造成一个误区：性不可以提，被侵害了也不可以说，因为每个人都有羞耻感。还有一些孩子因为害怕、恐惧，会将做错的事儿死死咬住，压在心底最深处。他们不会告诉父母，也不会跟朋友讲，只是在深夜中慢慢地遭受心魔的荼毒，煎熬着临近崩溃的心情。这就像埋藏在心中的火山，无数负能量和坏情绪都被赶到里面，蓄势待发着想要喷涌而出。可是一旦宣泄出来，力气也耗尽了，精神也崩溃了，一切都变成焦土，寸草不生。孩子的心灵很脆弱，因为涉世未深，理解和恢复能力较差，一旦受到伤害，就可能是家长终生的遗憾。孩子是一个家庭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孩子一直处于阴暗的状态，那么这个家庭也是不幸的。在人生中最重要的花季遭遇了悲惨的事情，仿佛是遇到了人生中的强台风。台风夺走了原本的美好时光，留下悲伤和痛苦。从此呢，噩梦般的乌云和龙卷风就一直停留在记忆里。所以自怨自艾，所以悲观地认为人生轨迹已经终结。其实呢，人生的路很长，挣扎在淤泥中尚且还能看到太阳，放弃了就是永远的黑暗。要用爱和温暖去自我保护，能够拯救自己的心灵，唯有自己。坏情绪和噩梦呢，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自我调节很重要。当然了，在脆弱时需要亲人的陪伴，在关键的时刻能将陷入沼泽地中的你拽出来，给你支持和鼓励，理解和帮助，让你重新找到存在感，找到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生活在纷繁复杂的尘世，喧嚣和浮华都是过眼云烟，外面的世界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保留初心，一颗从出生就开始跳动的鲜活的心。保护自己的心灵，维护自己的尊严，帮助自己从童年阴影中走出来。这虽然很难，但还是要咬牙坚持。人与动物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情感意识。我们要相信，只要爱还在，生命之火就不会熄灭。爱自己，更爱自己的心灵，那就是
源源不断的能量。大家好，我是木冉冉，一个喜欢用声音传递知识的主播。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欢迎大家订阅关注。第5篇，性启蒙要排在第1位。第4部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恋童癖？近几年被曝光的幼儿园猥亵案有很多起，家长发现后惊慌失措。一方面呢，痛斥那些老师无德；另一方面，担心孩子留下童年阴影，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一次猥亵可能毁掉整个家庭和一个孩童的未来，影响恶劣，令人脊背一寒。研究表明，儿童时期遭到性侵的人，在成年后患抑郁症或者其他心理疾病的几率较大。他们敏感脆弱，心理自卑，行为失常，还可能出现幻听的症状。那为什么罪犯要选择儿童下手呢？在这里就要提到一种心理怪癖——恋童癖。恋童癖这个概念初次出现是在19世纪末，在西方有一起影响巨大的恋童案件，一度成为人们的噩梦，那就是天主教会中的神父被爆出猥亵儿童的行为。出现多起猥亵儿童案件后，天主教会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性大打折扣。事件发生后，法律法规自然会对恋童癖有所约束，但严厉的惩罚并没有阻止惨剧继续发生。一些隐藏在人群中的衣冠禽兽依旧在黑暗处铁噬着獠牙对准儿童，稍有不提防，儿童就会惨遭伤害。恋童癖对儿童有着特殊的偏爱，妄想从儿童身上使自己的变态心理得到满足，尤其爱对14岁以下的孩子产生幻想，进而摧毁他们的健康心理。据研究表明，恋童癖的犯案对象70%都是熟人，如果这个熟人位于亲戚之列，还涉及乱伦行为，还有很多是邻居作案。生活在一个小区，在孩子无人看管或者家长疏于看管时哄骗孩子，对孩子施暴。社会上报道的猥亵案，最后对施暴者的惩罚被网友普遍认为太轻，没有让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在这里呢，不得不提电影《溯源》中强奸犯被判刑，不过等罪犯刑期一满被释放之日，被害者溯源才刚成年，这令家属感到很悲愤，认为判刑太轻。很多网友支持判死刑。这时微博上有一个网友提出，法律要留有余地，这个余地不是给施暴者的，而是给受害者一个生还的机会。假如强奸犯和杀人犯判的刑一致，那么受害者一定会被灭口，来个死无对证，施暴者呢就可能一直逍遥法外。法律约束不了恋童癖的阴暗的心理，因为他们没有道德和底线，约束不了自己的行为。遭到猥亵的儿童一定会有心理阴影，一般来说呢，他们可能不会主动的去跟家长说，因为从前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家长也没有做出任何安全教育。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家长仔细的观察孩子的情绪。遭受性侵的孩子一定会出现行为和情绪的异常，比如睡眠不好、怕黑、做噩梦、会大喊大叫、情绪不稳定，或者食欲减退、身体出现淤青。家长呢，一定要做到关心孩子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一旦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了解情况，替孩子疏导心情，重新让他们快乐起来。除去事后疏导，一定的预防措施也是很必要的。家长要将性启蒙教育工作落到生活中，告诉他们怎样保护自己的身体，勇敢说不，不让别人触碰自己身体隐私的地方。关于性呢，不要让它成为敏感的话题，要在孩子产生好奇时正面的讲出来。还可以去书店买一些日常性启蒙教育的绘本和书，在孩子询问时为他讲解，满足他的好奇心，不要藏着掖着，最后令孩子更好奇。
当然，儿童在遭到猥亵后，如果没有及时调节好情绪，影响到心理健康，那么这个阴影就会一直伴随孩子长大。因此呢，这个受害者一定会承受巨大的伤害，要扛着压力和心灵阴影继续生活。我认为呢，对于童年阴影和负面情绪，最佳的解决方式就是疏通。就像血管中的血栓和血脂，堵塞了就要想办法疏通，直接面对和积极应对，将童年阴影赶走。研究发现，恋童癖的人都曾有过被虐待的童年阴影。小时候，他们被暴力和虐待包裹着，神经和视觉中充斥着犯罪和狂暴，耳濡目染下造成了性格的缺陷。这让我想起一部电影《蝴蝶效应》。男主的邻居大叔就是个恋童癖，他有特殊的爱好，就是找几个孩子去家里的地下室，让孩子们脱衣服摆姿势拍色情的照片。而在阴暗的楼梯上，恋童癖大叔的孩子也是满脸狰狞，眼睛里充满了暴虐，狠狠地将手中的布娃娃的头拽了下来。除此之外呢，恋童癖的亲情意识薄弱，从小受到的关爱较少。换句话说，他们的性格冷漠无情，家庭没有爱和温度，就像生活在冰窖里。熔炉也是由真实案件改编的电影。影片中的校长和老师猥亵儿童，给孩子造成巨大的心理阴影和恐惧。他们是行为恶劣、心理变态的恋童癖。表面上光鲜亮丽，背后腐烂变质，整个生活就是冰冷和压抑的，与家人关系疏离。除去病理性原因和神经系统的原因，恋童癖受社会和家庭环境因素的影响巨大。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但这不能掩盖他们伤害儿童的事实。恋童癖心理藏在心底，不去害人，意识到了就需要积极配合治疗。如果一旦像病毒一样蔓延到全身，那么就只能受到社会的谴责和法律的惩罚。整个社会都对恋童癖深恶痛绝，憎恨他们对儿童做出的暴行，摧毁了最具生命力和希望的幼小儿童的身心健康，让他们在恐惧和阴影中挣扎。真相往往比屏幕上的影视片段来得更残酷，恶劣的影响也许终其一生都挣脱不了。有人一直活在过去的恐惧和阴影中，焦虑不安，敏感多疑；有人挣扎一生，却抵挡不住内心的煎熬，最后选择自杀，结束生命。只要一想到这个恶劣恐怖的阴影要从童年一直伴随到长大后，甚至是未来的某一天，就觉得心疼不已，为那些孩子感到担忧。所以呢，对于这部分儿童的身心健康的调节和舒缓，要细心再细心，争取早日将阴影赶走，让他们重拾阳光。